有一个没声音的。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有点卡，可能会，对，因为，酒店嘛，它的网络肯定是没有我们家那么好的，好，那我这边。今天温度低吗？今天多少度？我明天过生日，对的，我明天过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然后呢，因为你们知道我们这一次生日是在杭州线下嘛，也跟一些铁粉们，然后我就提前过来了。生日是明天，对。然后你们买书了吗？还没有上哦。明天我们的书是明天下午2点，在我们的金贵社群进行第一波签名版的发售。签名版，因为我签名版是没有那么多，我们先就着这个我们金贵学员发签名版，然后明天下午的6点正式全网发售。但是全网发售只有普通版，全网上线只有普通版。金贵的学员是率先发签名版，然后6点是发售这个普通版。哪里？在圈圈，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没有电子版，我们目前没有。那你们怎么会想买我的书，想买电子版呢？我给你们弄的是睡前读物好吗？是让你们枕在枕头底下的，枕在枕头底下的好吗？签不签名的价格一点点差别吧，也不贵，一点点差别，本来也不贵。今天我这个是在杭州的酒店，对，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是在什么渠道，可能看到有人在发预售，是不是？没有，我们明天上的话就是现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想要学习我们的金贵的关系，进我们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找我们1v1，或者是要预约连麦的宝宝们啊，以及害怕我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我们今天卡是不是？这边已经变成5G 了都，这个它自己变5G 了。来吧，我们来开始连麦吧。我这边显示的是网络良好的，现在不卡。好了，因为它自己已经跳成5G 了都，刚才可能太卡了，它自己跳成5G 了。细心的小伙伴发现了，我今天又开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细心的小伙伴已经发现了，我是在杭州啊，欢迎大家在周6的早上10点钟准时来到我的直播间。你们看，我是不是答应过大家了的？一年365天，我们一定是这3天定时定点开播，无论我在哪儿，除非我搞封闭式学习了，如果没有封闭式学习，我一定都是开播的，好不好？我的第一本书叫《你就是光》，
写的是我自己成长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地花这边的话，换我们的网络吧。它已经变，哎，它怎么又变成 WiFi 了呢？等会儿啊。书那个明天下午2点钟开始，我们会在金贵社群发售签名版，然后明天下午的6点会全网上线普通版。OK， 来连麦。主播结婚了吗？你是男的还是女的？问我这个问题，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他那边说话我们是听不到的。Hello， 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好的，就是西施老师好，就是我今天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就是过来表示一下对曲曲团队老师蕊妮老师的感谢的。蕊妮老师的学员是吧？你是？对，就是他陪了我3次嘛，然后就对我帮助挺大的。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吧。就是我今年33岁嘛，然后家里给介绍了一个男生，就是我比他大2岁，但是我的家庭条件会比他呢好一些，但是也算是门当户对吧，然后家里也都知根知底的。然后我们今年1月份认识的嘛，然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这个男生对我特别平淡，我们每天聊天就跟打卡一样，就是聊天机器人，就是没有什么火花。然后周末也都出去玩，也是出去玩的。然后呢，这样接触了4个多月嘛，也没有确定关系，也没有牵手。然后那个时候我特别焦虑，然后就觉得这个关系我怎么推也推不动。后来呢，就看了很多老师的视频呀，然后金贵的关系我也看了。然后就觉得还是不太够，然后我就决定去找老师进行1v1的陪跑嘛。然后呢，就是当时我的老师就是蕊妮老师，就是我和那个男生聊天就是很平淡嘛，然后没有暧昧的氛围，然后老师就陪了我2个月，然后把手教我一句一句的回，然后呢，他给我说的那些回复的特别暧昧的话呢，刚开始我特别不好意思，我很大的心理障碍，然后我怎么觉得这话我都说不出口，然后我都是闭着眼睛发出去的，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把我的心理障碍给克服掉了嘛，然后他老师就把我的聊天模式就给掰过来了，就是我之前就是搞笑啊，然后就很兄弟式的搞笑女的聊天，搞笑女没有爱情，对，就是搞笑女没有爱情，然后我现在就变成有粉红泡泡，有恋爱氛围了，然后就很有效果。然后后面我有一次出去玩呢，我就主动牵了一下他，然后我俩就算是顺利牵手了。但是吧，还是我们还有这么傻白甜的客户。对，就是挺傻白甜的，但是还是表现得很平淡嘛。然后后来接着他就工作调动就是异地了，然后我中间就没有找老师1v1了。然后呢，他又对我还是特别平淡，又慢慢的感觉又越来越冷淡了。然后我感觉我的情绪就特别波动，然后就一会儿觉得没希望了呀，一会儿又觉得坚持了那么久，我还是得坚持一下嘛。然后就很内耗，然后我觉得不行。然后这个时候吧，我就觉得感觉这个时间点挺关键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得撑住了，然后我就又去找老师了。然后老师就感觉跟我分析了几句嘛，然后就把我的心态给调整过来了。然后我的情绪就稳定了嘛，然后前2天他就给我家里人聊了一下，然后感觉不是他给他自己家里人聊了一下，然后就感觉昨天跟我说话态度突然就特别不一样，然后我以前给他说想你啊陪你啊，然后他都不理我的，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也不搭理我。然后呢，现在就会主动了过来跟我说一些什么发一些比较暧昧的表情啊，然后跟我说一些比较好听的话了，然后对我也比较上心了嘛，也会说主动帮我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就感觉一个晚上的聊天内容就比之前1-2个月的都多。然后
我感觉我后来就复盘了一下嘛，就是他当时对我特别平淡的时候，就感觉他一直在犹犹豫豫的，他就犹豫了半年。然后幸好就是老师就一直拉着我嘛，然后中间我好多次我都很想去找他，就是发泄负面情绪，就问他嘛，就想说清楚，然后就说清楚就得了，不要身份。对，然后老师就给我拉住了好几次，就让我稳定，让我说不要管他怎么想，就让我要自信，要感觉要记住自己的目标嘛，就是不然的话我可能就坚持不了这么久了，我俩可能早就拜拜了。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在超一线城市嘛，然后就是对婚恋就一直特别焦虑，因为也知道就是超一线嘛，然后大家我周围的女生嘛，然后大家条件也都特别的好，人家长得好看，也不缺钱，然后就是年纪大了也就没有男朋友，然后我就感觉特别恐慌，我就觉得哎呀大家都这样，我感觉我也办不了，然后呢我就很焦虑嘛，就是感觉老师对我的帮助都特别大嘛，就是现在就挺开心的，然后感情也算是顺利开展了。今天过来就是表示一下对老师的感谢。我替蕊妮老师谢谢你啊！我替蕊妮老师谢谢你，今天这么一大早上第一个上来给他发感谢信。对对对，好，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今天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吗？我不是托，大家说我是托，我是真的是花了钱。我们这里是没有托的，我们都不干这个事儿。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你们继续加油啊！希望你们早点领证，早点拿到财务大权啊！谢谢老师。还有问题吗？没了，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说，我们这不是，其实之前就有，我不是跟大家说过了的，我们这些有一些特别特别缺乏恋爱经验的小白，真的是老师可能陪跑要陪半年，从一开始跟别人认识，然后到最后结婚，到最后拿财务大权，从头跟到尾，真的从头跟到尾，你们知道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个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别人愿意花这个800。别人就觉得他33岁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人家很开心，愿意花这个800上来表扬老师，不行吗？一个个的真的是。来，那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想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跟曲曲的直播间走丢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然后呢，我的新书《你就是光》将在明天下午2点正式开始在我们的金贵社群来上线签名版，然后明天下午的6点会在全网上线普通版啊，请大家敬请期待。来，下一个是直播啊，是直播。现在的时间，对，今天忘记报时间了，要不然你们老说是不是录播。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8号早上10点14分啊。来。Hello， 你好，你好。喂，可以听吗？可以，你说。Hello， 你说。喂，可以听见？可以。怎么离开了呢？不好意思，不要退出啊！不要退出。现在可以听见吗？可以，你说。老师你好，我是第一次上线连麦，然后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目前是29岁，跟您一样在超一线城市，然后老家也跟您在一样的地方。然后我现在面临着比较重大的一些人生选择，因为我现在在跟前夫扯快乐证的这样一个冷静期。然后与此同时，我的妈妈目前也得了这个癌症，所以也在上海跟我一起。跟我一起就住在我的婚房的这边，然后跟我一起
就是我陪他一起在上海这边治疗。嗯然后那么因为我的前夫就是我跟他因为三观不合性格的原因，然后他提出来了扯快乐证，然后现在也是他去做了这个预约，所以我们已经在11月8号就会到那个扯快乐证的1个月的冷静期了。然后他昨天也是就是在那个地球号里面把这个就是情绪往前推，所以他一定要去帮我去一定要跟我走这个扯快乐证的这一步。所以我现在就是其实我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个人情况是我目前是29岁，然后在上海年薪大概是30个，然后目前我在上海也是没有户口，所以我的户口其实跟你一样在湖北老家，然后我在老家有省会有一套大概400个左右的一个省会中心城市的房子，然后在上海这边就是相当于如果不是跟前夫结婚的话，我目前只是一个沪漂的状态。所以我现在我的父母的话是在老家的一个小苹果，然后我的前夫的父母的环境跟我们家也一样是一个小苹果。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目前我手上的现金是可以支撑，如果我回老家的话可以平稳度过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我想问，如果我可不可以裸辞回老家，然后住到我自己的房子里，然后陪妈妈治病，顺便旅游和就是休息一下。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我在上海这边搬离现在的一个婚前房产，然后跟我妈妈去找一个离她的医院近的地方，然后陪她治疗，然后同时也保留我的工作。简单的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你再说一遍，你多大？29岁。我想知道你是准备以后就不来上海了是吗？因为我的户口都在老家，跟你一样的城市，而且在老家的话，我有自己的房子，有一点点贷款很低。我的父母的话，就是如果我回老家的话，我觉得父母的关系，然后朋友，就周围的网都在老家。你现在年收入多少？30，但是30是3年前的一个水平。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如果我不是以这种在围城内的一个身份的话，我觉得我再跳槽可以更多。但是现在马上也可以出围城嘛，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方向应该是在上海继续搞米，还是回家就是安心的平安的生活。我觉得你想回去你就回去吧。我原来说过一句话了的，就是在超一线城市，如果你有一个念头觉得哎呀我还不如回老家舒服呢，那你就回去。因为当你有这个念升起的时候，很有可能其实超一线城市本质上来讲就是不那么适合你的。对，所以因为昨天就是跟他有一些争吵之后，就是我被逼着立马去找了房子，然后也就是本来是没有想到要立马找房子搬出去，然后他昨天被逼着，就相当于他的这个房子我不能住了，所以我就立马把房子找了，然后带我妈妈去把房子看了，就定下来。否则的话我可能还准备就是拖一拖，等他这个房子比如说到年后我跟公司这边提离职，然后就回老家，然后现在就是搞的就是很突然的一个状态。你自尊心又强，你自尊心又强，皮性子又软，自尊心又强，性子又软。那你既然已经这样了，那我觉得就按你心里的想法走吧。就是在上海陪妈妈短期内治病，然后就回老家这样一个选择。对呀。对，我你妈妈怎么说？我妈妈是她肯定是更愿意相信就是上海的医疗条件，她觉得更好。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她本来来上海安心治病，然后现在就是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我也觉得很抱歉。实际上我跟前夫是2月份领的证，6月份结的婚，然后现在10月份，然后就有这么样一个动作，然后之前相处了大概2年的时间，他跟我同岁，然后我们的学历都是985这样子，所以可能之前也有一些性格上的磨合不太好。那么我现在也是很理性，就是准备就是算了，回家。那就回吧。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你心里其实压根就没有第二个答案，也没什么好说的。本质上来讲，任何一个决定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完全是看你心之所向。对，但是我其实也在犹豫，就是因为昨天才把房子找好，如果没有这么快要被
逼着去找房子的话，可能我在想就直接裸辞回武汉去，因为手上的钱也可以，但我又担心裸辞的风险。本来我是准备问我到底应不应该裸辞，就可能接下来我还是会觉得我妈妈这边病情比较稳定。你实在是有点抗压能力太差了，你知道吗？我说实话，我听下来是这个感受啊。你的抗压能力有点差，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种外部压迫，任何一种外部压迫都会让你节节败退，是这个状态。包括你的婚姻情况，然后你跟这个男的这种 battle， 以及你现在想要裸辞这个想法，实际上它的根源性都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没有办法。咱们这个群了，我的茶裤谁拿走了？怎么回事啊？我洗好的茶裤，这怎么回事？我洗好的新鲜的2个白茶裤谁拿走了？什么情况？赶紧放进来。为什么它会有别人的语音啊？什么鬼啊？怎么这么吓人啊？哦，就是你刚刚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其实它都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源头，就是在每一次别人要给你施压的时候，你的选择都是向后退。对，是的。其实你不是那种会去迎难而上，我他妈跟你一定要搞一下，我要跟你搞一仗，你没有，你所有的动作都是这样。虽然我说啊，就是说我支持你想要去回家的这个想法，但是我还是觉得在这种行为惯性上，你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因为人生一直逃避的话，其实最后也会逃无可逃的。其实我刚刚可能没有讲，就是我之前跟他很多次吵架，是因为我们性格上的摩擦，就是在围城内的时候，我们性格可能都比较偏强势，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看上去我一步步在退，可能这是一个结果，但实际上这个在过程当中，因为他强势，我很这是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对，把这个处理一下。对，因为在围城内的时候，实际上就他强势，我也很强势。我在强势之后呢，就是，哎，完了，这边温度没了。哎，怎么这么多状况啊？这个散热器没放啊，已经关掉了。大家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你们听不出强势吗？其实非常明显。我跟你们讲，而且他的强势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外强中干。我刚才其实你们有听出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加个散热器。这怎么弄呢？这我怎么搞啊？这一下子降不了温吧？降下来了。现在能看见我了吗？现在好了吗？你看一下，再把它连上来一下吧。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看到的 ，Hello， 你好 ，Hello，我现在在想，我跟你讲，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这么说啊？虽然我知道你说是很多次啊，两个人杠的结果，但是你的处理方式其实是一种，就是只是在搞脾气，但是并没有非常的深思熟虑的去谋划的一个过程。因为本质上来讲，你去找这个人结婚，他一定要有利可图的。比如说我去图户口，或者去图什么，就是我不能忍受自己裸进裸出。就很多人他起码会有一个这个概念，那么我在跟你干的过程当中，我是通过跟你干来赢吗？不是，我是通过先示弱，拿到我要的结果，然后再把你蹬了，这个才叫赢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才说我说你其实一直以来是别人给你施压，你会退。你的这个退是什么？是最终没有拿到结果的退。因为你的脾气跟性格，你跟他产生正面冲突的时候，你并没有掂量自己内心当中的诉求，或者说你那一刻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诉求，你没有非常清晰的目标感。那么你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只要别人进行这个情绪施压，那么你在情绪对抗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妈的去你丫的，是这个状态。现在看就是结果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工作也是这样的。你说我要裸辞吗？就是你总得守住一条线，这是我对你的建议。什么都能干，你懂吗？这个婚可以结，这个婚也可以离，这个工作可以要，这个工作也可以不要。但是我是觉得你今天我跟你做了这个交流之后，你怎么也应该想一想，就是我到底能不能捍卫点什么。好的，好的，谢谢。好，就这样啊，拜拜。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因为很多姑娘是这样的，你们觉得你们在跟人对抗、对战，但是我常常跟你们讲，对抗、对战的过程当中，首先看什么？第一看什么？第一是不是想目标？这是我们第一件事儿，想目标，对吧？第二看什么？第二看筹码，对不对？我们在所有的对抗、对战，想要对抗、想要对战，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情绪，是不是？我不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那样？你原来不是这样，你原来不是那样。这个时候，你想要跟他对战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引起的？是情绪引起的。我们说，如果我们要不停的是靠向更有成就的人生，更拿结果的人生，怎么做？情绪引发的第一瞬间，我先想目的。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有没有目的？我有没有目标？我想完了目标以后，我再思考我有没有筹码，对不对？我要思索我们两个人关系之间的本质和基本盘，然后用目标加筹码倒推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目标。因为当任何的一个关系里边，或者任何的一个项目里边，目标没有达成的时候，你所有前面的对抗，你说我赢了，我怎么了？那都叫什么？那个叫自我说服，知道吗？那个其实是叫自我安慰。因为每一次你其实最终是在干嘛？是在不断的丧失阵地嘛，对不对？割地呀，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割地，不停的就是实在跟你不想搞，给你，对吧？实在跟你不想搞，给你，是不是这个状态？对不对？哎，拿走，我懒得跟你弄，拿去，是不是这个状态？对吧？你们觉得在这个状态当中，你们是赢了吗？或者说你们得到利好了吗？其实没有，你只是在那一瞬间，你觉得自己没有被压抑，对吧？你只是在那一瞬间，你觉得自己的情绪得到了施展，得到了放纵，但是从长线来看，你会发现你又丧失了一块阵地。所以刚刚这个姑娘她的点位是在于，就是我跟她聊的点位是在于，首先第一，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的立场是我支持大家在人生当中做出的任何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我都支持。我不认为成功是绝对的正确，我也不认为躺平是绝对的错误，懂我意思吧？就你可以成功，也可以躺平，但是呢，我是希望大家在自己行为处事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思考规律上的漏洞、弱点、问题，并且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下意识的去修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连麦能够产生的价值跟意义，对吧？我不能说今天我跟你两个人想过了夸过了，不想过了夸了不过了，我现在因为跟你两个干架了，我又要自己出去租房子了，夸我还得付租金。我租完了房子以后，我一想，哎呀，我现在这个什么工作要不就不干了，夸的我再一裸辞。那么可能啊，你们的人生就算你回到了你所谓的安全地带，比如说你回武汉了，
对不对？那么你还会不会面临到其他的事情呢？会不会面临到你父母给你的施压呢？会不会面临到你的新的工作环境？因为什么？因为你原来在上海，你觉得我3年前我就可以拿30万一年，我现在过了3年了，我的能力提高了啊，我的维生关系也松绑了，那么我全心全意的 all in 到我的事业里，是不是该拿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回武汉去拿不到30，人家跟你给15，你干还是不干？他就是你这些问题啊，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会不断的发生，你懂吗？它会不断的扰乱你的情绪，导致你这个情绪上升，你就想让它滚，哎，这个算了，那个算了。可是它永远不会因为你的逃避、你的忍让，它不发生。这个就是我想跟你们讲的一个点，它这落脚是落在这儿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而且我们要下意识的明白，我能不能在下一次我就忍一回，拿到结果为止。我能不能自己跟自己说，我下一次一定要，不管是怎么去牺牲也好，怎么去忍让也好，怎么去付出也好，直到我拿到我想要的结果为止。你能不能这么去想问题？我觉得能这么去想问题，那么你这个事儿就是反正这个婚也没白结，这个婚也没白离，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想要怕错过曲直播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包括想要买我的书的宝宝们，因为我们的书明天下午2点是在我们的社群金贵社群进行第一波的签名版发售，然后到明天下午的6点才是全网的普通版发售啊。来下一个来，我们再连一个麦好不好？然后你们来提醒我，我刚刚讲的这段话呢，也有关于我自身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延伸，好不好？我们先再连一个麦啊，再连一个麦，大家帮我们点个赞，然后我们连完一个麦以后，我再来给大家讲。Hello， 你好。喂，老师好。Hello， 女神你好。哎，你说。你今天好美，你每天都很美，然后特别喜欢你的穿搭。然后呢，我今天连麦主要是想咨询一下事业方面的。然后我今年是25岁，重点大学本科，然后我是学了6年的主持，那目前是在1线城市。大学毕业后呢，就直接进入到大厂负责直播的业务。那年收入是在30个。然后呢，我自己是在公司是属于销冠的存在。那今年7月份我就发现，在公司负责的项目是可以单干的，于是7月底我就从大厂离职，自己创业了。那目前创业4个月的时间，营收在170个，然后到手是120个。那目前我有2个问题想咨询，那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了拓宽我的收入渠道，我想带人一起做，但纠结是自己创公司还是找人合伙。对方出钱，我出技术股，采取分红的形式。因为我这个项目其实就是通过直播做那个 CPS， 我自己其实就是主播本人，那播1天就有1天收入的那种，不播就没有收入。那如果说我想拓宽我的变现渠道，有一些税后收入的话，我自己是有整套方法论可以培养人。然后我培养过我妹妹，就从0到1差不多2个月时间，我也让她做到了月收15W每个月。那我是想再招人来培养，但是我担心成本的问题和风险，因为有利润规模化投入就会比较大。另外还担心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那种，因为我自己就是学会了，我自己出来单干嘛。然后就是这个东西我就有一点点纠结，一个是我纠结到底是我全部 for 我自己的直播内容，还是说我去拓宽一下我的收入渠道。然后再一个就是最近有一些MCN 的老板，就是他抛来这个橄榄枝，说我出技术股，他出钱，我们按比例来分红。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什么样子的形式会比较好。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
二个纠结的问题是，我现在手里的钱其实已经超过我前3年的工作所得了，但我前3年基本上没存什么钱，然后目前就只为自己购置了一台车，然后我不知道其余的钱我应该怎么样去分配比较好，怎么花钱就是能够钱滚钱，然后我觉得区区可能就是会给我一点就是那种指明路，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这块是认知不够的，然后想听听区区的意见，然后我的陈述我不太结束了。明白 CPS 是什么。它就有点像就是平台有多个品牌，然后我去为我通过平台，然后帮这些品牌去收集线索。还是不懂哈，这不重要。就是首先第一啊，我不是特别赞成你们去跟所谓的 MCN 合作。MCN 能够给你提供的价值其实特别特别的有限，非常有限。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们到后期也就是分你的米也不存在说能够给你做太多的贡献。我觉得是这样啊，它有一个大思路，就在于你到底需要别人的投资干什么，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是你到底需要别人，比如说你说你要找 MCN， 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帮助，什么支持？我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生意，我前3年一直在打工。那其实我现在自己的直播场地就在我家的客厅里面搭了一个。就我如果想招人，第一个我就是我在1线城市，我要租场地，那这个成本有点大。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担心会有一些，比如说我招人了，我就得给他出工资那个啥。那我比较想，我就是现在风险大，我想那我就轻投入好了，我出个技术股，然后我帮人家培养，然后我去占分红，这样没有风险。你听我讲啊，换思路啊。第一呢，你说你的米投在什么地方更有成效？当然是投在跟你直播相关的地方最有成效。你干嘛连个场地都不舍得租？如果说换一个场地，换一个设备，它能让你的直播质量更高，那么这个就是你最有性价比的投入，没有比这个更有性价比的投入，而且这玩意儿根本就花不了几个钱，根本花不了几个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你是带着别人去挣你的，对不对？有很多种模式，没有人说我拉别人过来挣你，我一定要给他开工资的。有很多你可以直接跟你的线下做合作呀，你帮他做到多少业绩，你让他拿多少，不就是一样的吗？你为什么非要给他开工资呢？明白了。他所有的收入可以基于他帮你带来的收入啊。懂，相当于其实就是我不给他开工资，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这有一条赚钱的法子，然后我可以教你怎么做。那前提条件是因为我现在有自己的公司，但是我没有实际的办公场所，那我可以让他入我的工会，然后他入工会的时候肯定还是个小白，那就是他做出成绩之后，钱肯定是先打到我这，然后我就直接我也避免了后期有这种就是利益分配不均的情况，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谈好，他是从0到1开始跟着我做的。我通透了。还有你一定要有专业的法律支持，你所有的合同要非常非常卡的非常非常死，你不能让别人后期就这样随随便便的跑路，这个是必须的。那这个我觉得我还比较懵，就是不知道有这个应该怎么去学，然后可能你不用学，你找一个律师花钱。你学个毛线呢你？钱花哪儿？你刚刚第二个问题不是问我钱花哪儿？钱花在对你的业务产生价值的点上，你的场地、你的设备、你需要的支持，该请律师请律师，该请会计师请会计师，懂吗？就这些东西就是你花钱的地方。要你一学，你什么玩意儿你都学得会。那我懂。好的，那我懂了。但就是大家就是我家里人有说让我在1线城市买个小公寓，然后我前一段时间有看一个女生跟你连麦，你说没有必要，不要买。我跟你讲啊，你能够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之内就到手了120，是不是？那么说明你现在在这个风口上，而且你非常有天赋，非常有能力，所以你要知道你后面的收入量级会呈指数的增加。现在的这点米太少了，存着就完事儿。你想要干什么，你只用你的直播需要什么，你就把米花在什么点上，这还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的直播需要换设备你就换设备，需要换服装你就换服装，需要换道具你就换道具，懂吗？懂了。然后我还有一个点想跟琪琪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做直播，然后其实我直播项目当中，就我的同行基本上都是男性，然后我自己受到了很多攻击，因为我的流量会比较的，就是我不能说那个字，但是受到了很多攻击，然后感觉琪琪最近面临了一样的情况，但是我就觉得琪琪给了我很多的这种动力和安全感，然后我希望琪琪越做越好。我一定会的啊！你们就看着我怎么搞就行了，知道吗？好的，那我今天的问题结束了，谢谢琪琪。好，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讲，你们要知道啊，所有的来骂你的同行也好，博主也好，本质上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什么东西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什么东西叫做大道至简？就是你千万不要纠结别人说你的话是什么，他说的什么不对，他哪句话冤枉了你，哪句话诋毁了你不重要，知道吗？因为所有的同行类同行，当他攻击你的时候，只有一个理由，只有一个底层逻辑，叫做蹭流量，明白了吗？因为这个就是互联网的玩法，这个就是互联网的玩法，所有的东西叫做流量为王，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立场重要吗？不重要。对错重要吗？不重要。我是不是跟大家讲，我说冤枉你的人比你更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对吧？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全是利益，全是价值，对吧？当他攻击你能够获得流量的时候，如果他攻击你能获得流量，他为什么不攻击你？对吧？他需要去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需要知道他说的哪一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吗？他需要彻头彻尾的了解你到底给别人带来了什么价值吗？他不需要。因为攻击你就有流量，有流量就有钱，流量等于钱，就是这个逻辑，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逻辑，对吧？大家谁不明白呢？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对吧？说过好的也说过不好的，对一部分人有用，也对一部分人没有用。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能在互联网的平台上做大做强的，没有一个脑子是蠢的，对吧？所有的人他如果不懂流量逻辑，他就玩不转这件事儿，就是这么简单呢。谁有流量就干谁，对不对？你们看有多少博主是靠喷我起的号，你们再去深挖他背后的变现，挖他背后的产业链，你马上就明白他为什么要喷我，对吧？你要明白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流量，他就会选择做什么样的动作，对吧？他这个是他的逻辑。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说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呢，对吧？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他的语言只能代表他的目的，你千万不要因为他的语言去判断那个是非对错，那你就被搅进去了。把自己摘出来，站到上帝视角，你就会明白所有的人他的本质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我们的新书啊，我本人的书第1本《你就是光》，明天下午2点会在我们的金贵社群进行第一波的签名版发售，然后明天下午6点会在全网上线普通版，好不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关注这个新书上市的动态，好吗？哦，刚刚就是在讲上一个故事的时候，上一个姑娘我不是跟她说，我说她一直在退，其实是什么？其实她一直在逃避自己性格当中的弱点，在做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对吧？我说这个其实是她自己性格当中的弱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大部分的人会选择绕过去，
退过来，他希望就是用别的东西能不能去把这个弱点稍微的平衡一下，是吧？我婚姻搞不好，我把事业搞一搞，对吧？哎，我跟你搞不好，我回老家搞一搞。他其实呢是希望通过另外的一个点，能够给他带来的一些价值感，去平衡他在这一个点上明确的弱点。这个弱点他不想面对，不想跨越，不想承担，不想解决，那么他会自我说服，说我还有别的1、2、3、4、5，我这个 ABCD 不行，但是我还有1、2、3、4，对吧？那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其实你们看，我原来很早的时候我发过一个视频，就是关于我过去的1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给大家讲过，其实我在过去10年做过很多很多的事儿，而且我在所有的事情里边都拿到了结果。但是我10年走过来，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发现了我身上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什么呢？每当我拿到了第1轮的小结果的时候，我就不想干了。我每次都是这样。我可以跟大家就是非常自负的说一句，我从小到大做过的任何一件事儿都拿到了结果。我以前不管是去比赛，对吧？我最早开始唱歌，后来我做新闻，后来我出来做传媒公司，我去卖酒，我去卖玉石，卖珠宝。我可以说我在我自己选择的任何一个行业里，我都拿到了结果。但是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每次拿到一点小结果，我就沾沾自喜，然后我就觉得不过如此嘛，你看不过如此嘛，我就走了，我就又寻找下一个战场了。这是我之前观察了自己的10年的过往，然后发现了这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把时间拉到10年以后，我发现一件事儿。我发现什么呢？10年前那个不如我的，没我聪明的，没我基础好的，没有我做事能力强的，但是因为他10年前开始做一件事儿，他10年后还在做这件事儿，于是他出了大结果。我发现他所有的天资，所有的基础都不如我。我相信在座的没有几个人敢说我在每一件我做的事上我都能拿结果的，这个是不是能力？这个绝对是能力。但是为什么最终我的结果没有累积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雪球？是因为我没有复利。我在所有的赛道，所有的行业，我没有复利。我每次都找到了一个1，我每天都在做另一个1，原来所有的东西变成了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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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个最终就是我拿到的结果。所以我前10年拿到的结果就是一个1加1 1加1加1加1的总和。但是人家不是，人家是不停的做平方，1加1的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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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这么在干。人家把一件事儿做穿做透，做到头部。他从在这件事里头做成专家，然后通过什么？通过坚持筛掉了99%没有坚持下来的人，所以最后他拿到了巨大结果。这个是我看到的。所以说我在回顾我自己过去10年的时候，我当时我也年纪那么大了，对不对？我在跟自己做了一场非常深的谈话，我自己跟自己做了一次非常深的谈话，就是说，如果你还要这么干下去，打一枪换个地方，那么10年以后的我，可能也就跟我今天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年纪大了，对吧？只是年纪大了。那么很多很多你的青春，你的光环都会衰退，你还能保有今天的所谓江湖地位吗？我很在乎自己的江湖地位，我说实话你们看我在网上跟人对战，你们就知道我非常在乎自己的江湖地位就是我今天哪怕这一阵子我不挣钱，我都要跟你，对吧？我要告诉你谁是大王，谁是大小王，我是这种人。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自己的江湖地位的一个人，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在我们的圈子里边就是那种大姐大，从小到大就是大姐大。可是你凭什么当大姐大？如果你不能比别人拿到更多的资源，你不能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拿到更大的结果，请问10年以后你还怎么当大姐大？这个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一定下一次找到一个我想干的事儿，我就要扎进去。而且我跟自己对话的方式是什么？是如果我拿到结果了，我一定不能撤离，因为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拿到结果。我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就是在这儿，我不可能拿不到结果，但凡我想做这件事儿，我想把这个事儿做明白，我一定会拿到一个初步的结果。但是我不停地要告诉自己，如果你拿到结果了，你能不能不退场？所以你们看，3年前到现在，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人生中坚持的最长的一件事儿，而且我相信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无论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挫折、困难，不管别人说什么啊，哪里是风口，或者啊哪里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于我自己的剖析、了解、深度对话，让我决定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干透，干到顶，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你们在人生当中，如果自己经过复盘以后啊，已经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一个巨大毛病了，我希望大家从现在这一刻开始选择不逃避。现在这一刻开始，我选择今天就跟我这个病死磕，这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弱点，我必须要把这个弱点攻克掉。你下一次再遇到别的事，你是不是会觉得非常轻松？因为你攻克了自己人性当中的最大弱点，那么你做别的事儿就叫降维吊打，知道吗？现在呢，大环境呢，大家也知道是吧，比较动荡一点，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大家越是要坚定自己的决心跟信念感，千万不要因为就是一城一池，对吧？一时之间的这个兴衰，然后改变自己的初心，然后把自己的这个道路走偏了。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我的直播，大家都是很有缘分，在这个直播间里，对吧？能够彼此认识。我觉得既然这样，我们不能够枉费这场相遇，对不对？你们看到我的状态，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我的状态用在你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能不能攻克现在我已经意识到的身上最大的一个困难跟难题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然后我的新书《你就是光》将在明天下午的2点正式在我们的金贵社群进行签名版的发售，明天下午6点会在全网上线普通版，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Hello， 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是这样的，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我是在一个18线的小地方，然后就是已经在围城里面，今年是第7年了，然后年龄是29岁。然后就是近几年来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去年的时候我有跟另一半然后就是吵架，然后他就是承认了自己有 PC， 然后他平时就是那种属于就是18线小地方算是富二代吧，他父母有经营一个公司，然后可能年收入就是几百个 W 的那种，然后他就是比较属于就是那种被宠大的男孩子，就是不是很有责任心的那种，但是之前就觉得也算了吧，但是后来就经历了好多事，我就回想起来，我就发现他好像一直都有就是 PC 的那种习惯，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然后他这个人还就是有点就是情绪不稳定不成熟吧，就是有的时候就会突然就会爆发啊啥的，就是我想来寻求一下我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和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围城关系，去面对这个人。你在于终点，你想跟他过吗？这个很重要。你想要跟这个人继续吗？我目前还是得继续，因为我目前我自己还没有那个实力去支持自己单飞。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实力呢？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我觉得可能从我们这个小地方来说，我最起码得年收入可能得十几个米吧，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我刚就是辞了一个工作，然后我现在还在找下一个的过程中，我现在还是不稳定呢。你上一份工作的年收入是多少？是一年是十个 W。那也差不多嘛。那你再找一份工作，一年到10几个 W 也没有那么难嘛。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短期内我还没有找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的状态。就是我觉得保守起见，现在还是我不太想要就是从这个围城里面脱离出来。所以我想要你确实也，我想要你清晰的回答自己的问题是，你到底是完全不愿意脱离这段婚姻关系，还是你只是基于现阶段的经济状况短暂的不能脱离？你能不能面对这个事情的短暂的不能脱离？好，那么你认为自己如果年入15了，你想不想脱离？想。你确定吗？不是很确定，可能还是有点少吧。年入20呢？确定了，这就确定了。好，也就是说，当你年入这个人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说现在是一杆秤，对吧？左边是这个人，对，那么右边就是年入20万，对不对？对。所谓的这个权衡，就是这个就是你的临界点，对吧？对。那么也就是说，在年入20万之前，我是不可以脱离这段关系的。20万就是你的止损线嘛。好，首先啊，我要告诉你第一件事儿，PC 不会改啊，改不了。这个我之前看过有了解。PC 它不会改啊，这是第一件事儿。那么第二件事儿，在你年入20万之前，那么你只能选择忍让，对吧？妥协，然后呢，顺毛摸，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年入20万之前，你是不是还指着这个男的多跟你这边给？对。那么你就是2条腿走路，第一条腿就是找工作，然后奋斗到年入20万的指标，这是第一件事儿。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我怎么能年入20万这件事上，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就是在此之前，我对这个人完全是服务老板的概念，我对他没有占有欲，因为我想的非常简单，我所有做的这一切无非是等着我年入20万那天的来临。就这么面对，就这么处理，怎么面对呢？就是不要管了，随他去吧，是吧？爱咋咋。对的。目的是什么？把自己这边调整好。目的是什么？我爱个咋咋那么，但是我要干嘛？我要哄这个。对。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不需要就是平时的时候留意的搞一些证据，然后到时候会作为筹码？没有意义。但是没有意义，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在法律层面上来说，这些东西也不能支持他多分给你，也不能支持他净身出户。这些东西本质上来讲，只是讲他有没有道德感，有没有愧疚感。从道德感跟愧疚感的层面，他能不能多给你给一点？但是听下来，目前你在这段关系里的话语权是很低的。为什么？因为目前你非常清晰的不能脱离这段关系。当你绝对不能脱离这段关系的时候，所有的筹码都是假象，没有筹码。
明白了，现在时机不成熟。对的，所以你去收集那些东西，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动作没有说绝对的能做或者不能做，绝对的该做不该做，它在于它与我的目的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利好。哦，行，明白了。然后就是老师，我还想问一个，就是我个人就是工作中的问题吧，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比较弱一点，就是如何才能就是我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如何才能在新的以后的发展就是着重培养这一块的一个弱势，把它给怎样能变强一点？你是我们学员吗？我不是，但是我之前一直有看您的课。我建议你呢，还是到我们的社群里边，把这个东西从头到尾的好好的去学一下，系统性的去学习，然后呢，到生活当中去练，去复盘，去讨论，学习氛围很重要。你跟你家里这位的10点半现在怎么样？一年可能就几次吧。你看我常常说男人2个口袋，对不对？上面一个口袋，下面一个口袋。如果你把这2个口袋一抓死其实它就很难有大的动作翻腾。你要在这个点上，你要多琢磨，知道吗？你今天是他的合法妻子，你就是给我把他摁那儿。你就是给我把他摁那儿，你也得让他把口袋掏空。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我条件还行，但是我老是觉得他就对我好像没什么不重要。兴趣的感觉。你听我讲，他对你有没有兴趣不重要，重点是他有责任有义务履行这个事儿。所以这个点上，你先给我强势起来。明白，就想尽一切办法。对的，这个是得对的。你想想看嘛，2个口袋嘛，不用这儿就用那儿，这儿用了那儿就没了，你听得懂吗？他其实不会改变他想 PC 的发心，但是我要让他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很重要。我不能赌人性，赌他会改，赌他自觉，这个是扯淡。我要让他想，但是有心无力，就对了。明白。好嘞。好吧，行，谢谢曲曲。好，拜拜。拜拜。你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自尊心太强了，知道吗？怎么呢？就这件事儿就得男的主动，是吧？就得他对我特别有兴趣。你对我有没有兴趣也不妨碍你是我老公，对不对？除非我们俩扯了快乐证。你有没有兴趣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你不能让我不爽，对不对？因为你是我老公，这个是你的责任，你的义务，我的合法权益，明白了吗？你控不住，我呢可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慢慢搞，但是这件事儿不要跟我在那哎呀，可以，这也行吧，那也行吧，不要就不要吧，你走就走吧，你对我没兴趣，我还对你没兴趣呢，别跟我搞这套。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给我搞这套我想就可以啦，不重要，你想不想不重要，你明知道他都在外面花七的八的七的，你还在跟我聊他对你有没有兴趣？他在外面七的八的七的，他要是还对你有兴趣，那是见了鬼，那是奇了怪了。他哪有那么好的身体素质你把他说的太像个人了，真的是他有那么好身体素质吗？他一天到晚的那别人那都会整呢，职业选手对不对？天天跟他整些七的八的七的，整得他不亦乐乎的，他在看着你，他还能有兴趣吗？他不会有兴趣，好不好？这个就是很非常非常的根深蒂固的明白了吗？不是，记住我刚刚给你们说的话了不是要一个男人没有出去玩的心，这个是不切实际的，达不成的预期。我们是要一个男人没有出去玩的实力，听懂了吗？你们天天跟我整他的心，他的爱，他的感情，所以说你们就稀巴烂知道吗？又没本事把人踹了，
还要对他表达无限尊重。你尊重他，他尊重你不？对不对？你放心，你给他你不准他出门，今天不把这个事儿搞了，你不准出门，你放心啊，叔叔都拿你不能怎么着，知道吧？人家只会默默给你点个赞。我跟你说，干得漂亮，这女的是个人物。哎，快好热，我把空调调一下。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然后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找到我们，因为我们明天下午的2点会在我们金贵的这个 VIP 社群里发售我第一本书《你就时光》的签名版，然后明天下午6点会在全网发售普通版。明天是我的生日，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本书要在明天这个日子来给大家发售。哎，来下一个来。哎，蛐蛐你好。哎 ，Hello， 你好。喂。哎，你好，你说。哎，你好。那个你好，就是我现在有2个问题想要咨询你，一个是关于那个正常婚恋的，一个是关于职场的。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然后我现在是31岁，然后身高172，颜值6到7，然后老家是在2线城市，学历是985、211本硕，然后是在北京念的，然后现在是在北京一个苹果部门下边的一个媒体做记者，然后我的收入是25个 W。然后我的家庭是这样，就是我的爸爸是那个大学教授，然后我母亲本来是那个律所的这个合伙人，但是他后来因为这个癌症去世了，然后我父亲就另外又娶了一个，然后现在我家的资产大概是1000个 W， 然后我现在是有正常的这个婚恋诉求的，就是我是一个那种乖乖女那种类型，所以有一定的那种恋爱脑那种倾向，然后在这个婚恋的这个 app 上，然后遇到了一个男嘉宾，然后对方是36岁，然后他本身是一个农村出身的，然后白手起家的创一代，然后他爸是那个就是山东人那边可能比较注重这个婚恋，然后那个他不太愿意走婚恋，然后所以就他爸就自杀了，反正就是这个词是违规词啊。不好意思啊，就是他原生家庭不太好，然后这个身高跟我差不多，然后我俩就是那个在这个中间就是交往过程中就是聊了大概1个月多月左右吧，然后那个2个人有聊过对方关于这个婚恋的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差不多不到2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发生关系了，然后后来这个男方就出现了这个后撤的情况，然后就是不再跟我联系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被白批了？然后因为这个事儿之后，我还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自我怀疑，就是我压根儿就是没进入这种所谓的这种创一代的这种择偶框架，还是说我在某些方面做的不好，让他觉得我不合适，然后包括比如说是不是身材啊，还是长相啊，还是什么，然后我就怀疑到都想去整容的那种程度，所以就是想问问您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跟他怎么认识的呀？我俩是在那个交友 app 上认识。对呀，那上面不全是出来搞这个事儿的吗？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上面的男的上来都是抱着这个诉求上来的，只是说呢，他如果说你把他胃口吊足了，然后你的光环又秀得足够大，价值又足够的高，可能他会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如果你们前面的拉扯时长不够，他是不会改变他的初衷的呀。他上来就是为了搞这个事儿啊。OK， 明白。你要是继续玩 APP， 你会不断的遇到这样的人，知道吧？玩 APP 呢，重点是在于你一定不能够轻易的跟别人怎么着，这个很重要。没有深度了解之前，不能跟别人怎么着。明白。好，那这个事儿我
我就放过自己吧，因为我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你多大？27，不知道自己是想做的。你31啊？对，你还是情感经验太少了呀，你情感经验太少了。对，前面就是遇到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很迷恋这种创业的男生，我不知道为什么。迷恋创业的男生是正常的，创业的人嘛，因为他很有想法嘛，那很正常啊，谁都喜欢创业的，谁都喜欢创一代，对吧？能创出点结果的，谁都喜欢，不是你一个人，很正常。不是说这个人物画像怎么样，而是说你们认识的渠道就决定了他一上来是抱着他的这个诉求来的。你不能说是你3天2天的你能改变人家一上来的诉求啊，对不对？明白。那这个事儿我就不纠结了，反正就是再遇到的话，我要拉长这个相处的时间。对的，广撒网，拉长相处时长，嘴巴上怎么哼唧怎么腻歪都没事儿，但是身体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状态。明白。那要是按照正常来说的话，多久发生这个所谓的关系是正常的一个时间？关键是在于他有没有付出，有没有诚意，很重要。你们其实你也不是我学员吧？你是我学员吗？你们因为你们问的问题啊，都太小白了，知道吗？太小白了，就是你们但凡是把我们的东西从头到尾看过，基本上不太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它不在于说有多长时间，而是在于在整个拉扯的时长当中，你有没有把别人胃口吊足，他有没有实质的付出，有没有付出意愿，这个很重要。而不是基于这个时长。明白。那曲，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我家这个原生家庭也不算是特别好的，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她是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就是乳腺癌，她可能会有一定的遗传的这种问题。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个是吧？所以我就说让你们下去学习嘛。哎呦，累啊！极其小白的一些问题。明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工作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面临职业规划的问题，就是我一直是很想自己去创业的，然后我做记者期间也创过，但是我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大的结果，跟疫情也有关系。然后这几年，然后我现在就是有这么几条路。第一条就是我能不能去选择一个更大的这个媒体的平台，然后还是做这个传媒类的工作，然后去积累一些资源，然后再想看怎么去达到我最终的目的。然后第二条路可能就是要去这个，比如说类似于大厂什么的做品牌宣传，它可能会给的工资高一些，但是比较累。然后第三条就是去这种事业单位，可能比较清闲，但是工资比较低的。然后第四条就是我可能完全从零开始，然后我从我创业本身的角度出发，然后去做这个，换到一个新的赛道，哪个更好一点？我建议哪边米多就去哪边。我们的衡量标准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还是哪边能挣得多就去哪边。你手上都没多少钱，哪有那么多事儿啊？你这31岁的人，你靠什么来打造自己的质感呢？对不对？明白。想多了，不要想那么多。能挣到更多的米，这个就是最实际的。是吧？我是挺担心，比如说这个在这种超一线城市到了35之后，这个要是去这个民营的企业，它虽然给的很高，但是到时候帮我辞退了，这个你到时候的事儿到时候再说，小姐啊，不要预设问题。你不知道一直进步，你不知道不停的给自己拓宽思路，不停的找自己的第二曲线，你进去了你就躺着。我是担心，如果说就是去选钱多的地方的话，我可能没有时间再去想我本身要最终的这个目标了，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你最终的目标是啥呀？就是我还是想自己做。
想自己做。如果你自己创业能够不投米就去做，如果说是低成本创业，那么你也给自己一个时间，比如说1年，我1年之内要拿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拿不到这个结果我就不干了，我就正视自己的能力。哦，明白，就给自己一个时间期限是吧？对的。明白。好的。那我没什么问题了。好，谢谢。对，用结果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要靠想象，觉得自己好像很有能力，好不好？全部用结果证明自己的能力。男人是一样的，男人要是没拿结果，你就不要听他说他自己有能力，他全是骗子。多少男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天天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知道吧？天天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怀才不遇。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用掰扯，千万别跟人掰扯，自己心里默默的知道就行了，拿结果论英雄，好不好？是啊，大家能不能下去好好学习一下？我们的对话能不能有基础啊？连一个麦也挺贵的，你们就不能好好学习一下吗？不能在社群里边吸天地之精华吗？跟小姐妹们共同探讨一下吗？那个不早回本了吗呢？哎呦，真的是。对，很多人说大环境不好，他做多大个买卖，他还大环境不好？大环境最不影响的就是低收入，对不对？大环境对低收入没啥影响，大环境影响的至少那都是中产阶级，对不对？大环境最影响的是中产阶级，那它对低收入有啥影响呢？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对的，我们的社群跟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是一致的，是一件事儿啊。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是一件事儿。然后呢，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害怕跟我的直播间走丢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然后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金贵社群，因为我们明天下午2点会在金贵社群上线我们的签名版的书，我的第一本书然后明天下午6点呢会在全网上线普通版你们今天才看到我，你起码损失了几个亿。我已经播了3年了，只是呢，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网上会评论我，很多以前没有刷到我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评论我，那么多人说什么情感 YYDS 情感一姐什么这个那个的，反正正的反的都说吧，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全网无大号。知道吧？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走一步看10步的人了。我真的是一个走一步看10步的人了。你们不要看今天我在被全网攻击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因为我很多东西其实我已经很谨慎的在处理的话，可能1年半以前我就已经是今天这个结果了。我已经是在尽自己的绝对的努力把这个结果延迟了，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全网无大号，你们发现没有？被那么多人说，被那么多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前段时间你们也知道嘛，出了一个上热搜的事儿嘛，是因为那个事儿给我弄出来了。要不是因为那个事儿给我弄出来的话，其实很多的同行他们压根都没有发现我做的这么好。大家都还没有发觉，因为我一个100万粉的大号都没有，我全是小号。你们知道吗？我已经是很静悄悄的在发展自己了，我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在发展自我了，在焖生吃肉了。但是这个没办法，我这个人我就是有这个命，知道吧？黑红就是我的命，我再怎么藏也不行，只能延长这个时间，但是不能改变这个终局。
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个关注。来下一个来，那个好热，快，你给我把空调调一下。曲曲中午好。哎 ，Hello， 你好。然后，非常开心与你连麦，在我心里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姐姐，所以我今天来听取你一些建议。然后我今天的诉求呢是如何正确的后撤，然后关系是有名义50届的哼哈，然后我的基本盘是26岁，外形7分左右。未婚，学历比较拉胯，大专，然后但是我在外面都编了一个本科的文凭，然后目前是在专升本，父母是国企的基层的员工，然后之前呢我是做余波，然后月入在10个以上，然后认识了一个大哥，他是属于那种扯了快乐证但是无娃，原因是被戴了绿帽子，35岁左右，35岁，然后在2022年上半年呢，直播期间给我刷了一个200个左右，然后刷到50个的时候呢，简单吃了个饭，然后呢，但是不是在什么高大上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次见面呢，他就送了我一瓶香水，我就觉得我收了回去有点不太爽他，因为我觉得有点抠，然后呢，后来经常打电话聊天，有次我就引导他聊到了这个财务自由的问题，然后他问我多少算自由，我就意识到他可能会给我，然后我怕说多了不实际，我就说了一个1000个，然后他就说会在2022年的4月之前给我，后来一直到了6月线下给了我500个左右，而且这笔米好像他家人知道，然后后来因为工会的原因呢停播了，我就说心疼他的米，然后是因为我和工会的问题然后停播了，然后后来我说心疼他的米不想播了，本来也是以朋友的这种方式相处着的嘛，然后有一次逛街他突然说想买个戒指，然后就拉去了专柜，然后在那个柜姐的起哄下呢就买了一个对戒，然后呢就算是名义上的这种情侣身份了，但是截止到目前一起出去旅游过一次，但是没有发生过10点半，然后后面是以停播没有经济来源很焦虑，他陆续又给了我250个左右，然后以上呢均签的有这个赠与协议，有让律师过目，期间他想推动10点半，一直被我以就是说没有达到什么1000个这个财务自由，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拒绝了，然后中途呢也有一些比较就摸摸小手这种比较亲密的这种接触，大概在2022年的11月份左右，经济就中断了，说是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期间他一直在画大饼，让我给他转了20个回去，然后打点关系，说周转好了之后还给我，我想着他给了我那么多，我就还是给他了。后来有试探性的找我借米，然后因为上一次没还给我，我就没给。我就说全部存定和理财了，后面才了解到他想快速的挣米，挪用了公米投资其他项目，然后亏完了。然后目前身上可能还有官司，处理不好可能会进去。然后他最近我讲他身体不太好，但目前没有让我还米的事儿，我有点担心他以后会不会以治病为理由让我还米给他，借米给他这个。然后因为他之前向我借米的这个事情呢，我回的信息就比较冷淡，但是无论我回的多冷淡，他每天呢还是定时定点的会关心我、问候我，给我点点外卖啥的。然后男嘉宾是属于基本我说什么他都听那种，情绪价值给的比较足，情绪捕捉能力也比较强。然后缺点就是明明实力不够，然后能力不太够，但是我每次提要求的时候他又说可以，然后多次的画饼就多次都做不到。然后目前我是停播1年多了，原因是因为他画的饼我还是存在侥幸心理嘛，觉得可以再等等，然后我利用空余的时间去冬眠了，然后就不幸失败了，然后后来现在修复了才上岸了。然后我立的人设呢是比较财迷，然后比较善良不乱来，幸运，因为有算命先生说我比较旺卡，然后我眼里他是比较温暖耐心迷信听话爱画饼，硬实力不太够。然后他也问过我喜欢他什么，他说我站在他旁边他就觉得很有面子，但是我知道我这样做可能是就是说有点白眼狼，但是我实在没办法跟一个就经常给我画饼的一个男人就是长则，我本来是想跟他长则的，这样我现在目前的这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的后退，能保证米不会要回去，然后不会大程度伤害到这个人，然后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和他相处。第二是他每天这样关心我，是不是等时机把米要回去。第三个是我接下来路应该怎么走，复播还是走其他什么路线。这个男的明显的就是那种专门新闻上报的那种嘛，为了泡女主播到处去搞代
搞挪搞这些东西的，就是这种人呢，典型的就是这种人呢，就是又没有实力，又想泡那个什么孔雀，想泡白天鹅，就是这种啊。这你还想什么呢？他根本就不可能吻合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长则框架，根本就不可能啊，他压根儿没这实力啊。对，但是他前期包装的时候，你不用说前期，我就告诉你结果，你就认结果就完了，好不好 ？OK， 你在这琢磨他前期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能改变，他没有能力吗？对所以我想现在问一下，怎么样后撤？因为你怎么撤？因为他这种你怎么撤都没有差别。我告诉你，你怎么撤都没差别。我就建议你就是撤干脆点，不要黏黏糊糊的琢磨这些劲儿。他要想来找你要，他一定会来找你要，因为他所有的现在跟你的这种联系干嘛干嘛的，其实他都是为了把你再往回掏。你怎么撤都没有差别，不存在说什么啊给这个人什么造成什么伤害。我跟你说，他咎由自取啊。因为他自己做了违法的事儿，不是你没做违法的事儿，你听得懂吗？我懂。没有人逼着他把米给你，是他自己色欲熏心。好不好？那我现在的建议是我连微信都不要回他了吗？我建议你就不要琢磨，就是你直接就一段小作文发过去结束啊，不要再那个什么了。他要等着，就是你等着他后面有怎么什么处理，你就应战完事儿。因为他很有可能会走法律途径的。他很有可能会走法律途径的。因为我之前也有做过这个动作，就是直接给他发一个很长的小作文，希望他不要联系我了，但是他依然这样。你闭嘴吧你！就每天你发小作文是为了让你不要联系他啦，他联系你，他肯定会联系你的呀。那我不要删微信，只是发给他，然后让他看到就行了，是吧？对，他给你发什么你都不用再回了，不要再回应，不要再理会。OK， 好吧。那人家要找你要嘛，你就等着他走法律程序好了。OK。那我现在我说我复播的话，我其实有点担心他会去我直播间闹这个问题。让他去呗。我是不是应该拉黑？这有什么怕的呢？这怕什么呢？直播总是要干的，总会有这种事儿的，好吧？出来混就是要面对。是这样啊。对的。那好吧，我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曲了啊。你们呐，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不要去，我跟你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人是他咎由自取，明白吗？他就是那种掏一个大窟窿，为了去泡一个女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有人逼着他这么干吗？他还给人家这个女孩子签了所有的赠与协议啊，他还签赠与了。你甭管他对这个女的有多喜欢多爱，问题在于他没资格，听得懂吗？问题在于他没资格，他没有到这个段位，他没有到这个社会层级，懂不懂？就好像你现在你为了那个什么泡一个大明星，对不对？完了以后你去搞 P2P， 你去搞某诈，然后呢你诈个几千个 W， 然后包装自己去泡个大明星，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你没有泡明星的资本，你想泡明星，这就是本质啊！因为他知道拿着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泡不着啊，所以他踩了法律红线呢，是不是这个道理？要不然如果他是本源出来的，人家能搭理他不？能不能搭理他？对吧？那他是首先他是用欺骗行为在搞这个事情啊，那他米花出来了咯，对吧？那怎么办？是你逼着他的吗？是你怼着他让他搞的？不是的呀，是他自己在做一个他自己能力不覆盖的事儿，他想泡一个他没有资本泡的人，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本质。这是什么付出？拆东补西挖窟窿的付出。
你们还有啊，有些女孩子啊，不要跟我那蠢的像个什么一样。哎呀，这男的前期给你怼，啊，拿你泡你，最后发现他全是带的，然后你还在跟我讲，哎呀，他借米都要给我花，这个男的多爱我呀！你们的是我的粉丝的，千万别给我犯这种蠢，不要给我犯这种蠢啊！他那个未来会有着巨大的问题，他这种行为的本质啊，你们要通过一个行为判断一个人的人性底色呀，对不对？他是什么行为？他永远为了满足他内心那些够不着的欲望，他会去做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对不对？这种人很多的啊，尤其是在很普男普女的婚姻关系里，这种人是很多的。人要付出，要有付出意愿，但是他要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付出，对吧？他要去够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选项，而不是为了一个不属于他的东西去挖一个大窟窿。你跟他两个人如果真的结了婚，他一定会给你们家庭资产挖一个巨大窟窿的，你信不信？你跟这种人结婚，这1000个都要吐回去，为了还要再挖1000个的窟窿，你信不信？他下一次还要拿着你的钱，然后再去养其他的女主播，你信不信？你们那边不要出声音。听得明白吗？所以千万不要去同情，这没有什么好同情的，也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理解成是什么爱啊，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它就是膨胀，欲望膨胀，能力不够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然后那个大家一定要进我们金贵的社群哦，因为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会发售第一波我们的签名版，在金贵社群，仅针对我们的金贵社群啊。然后呢，我们到下午6点的时候会上市我们的普通版的这个我的第一本书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说。请问可以听见吗？哎，可以，你说。确实非常喜欢你，也是看了您的视频很久了，差不多1年了。我和男嘉宾都是1线城市市重点大学的学生。我是1.6米90斤，然后长相6、7分，在路上会不要微信，也不怎么缺男生追的类型。外貌分会比他稍微高一些，然后都是普通家庭，但是在1线城市也都是有车有房，不愁吃穿的那种。我和他谈了1年了。在各自的领域都是第一名这样子，然后也是都很有上进心的。我的问题是，第一个是否要复合，然后您是否能帮我就是给他定期？第二个就是普通谈婚论嫁对男方的经济与情绪价值的要求，我是否要求过高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情况，我们是前几天刚分的手，他平时在感情中很舍得付出。然后经济上基本是他7我3，刚开始他提出的是 AA 的，然后他是跟我说他和前女友分手后感觉自己付出太多了，就很不平衡。然后我第一次恋爱也没想太多就同意了，后来也是看了您的视频，然后引导付出，一直到现在就是慢慢引导着从 AA 变成了他7我3。然后后来就是他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也会不断的说自己付出了太多的点，就是每次吵架的时候他会搬出来谈这一点。情绪价值上他给的也很足，然后节日礼物之类的也是他单方面送的。然后我的价值对他来说应该是还不错的，因为他就我也是上了您的课，然后他经常夸我的10点半。我虽然是第一次，但是也是用了您的技巧，然后光环来说，我也是他历任里最强的一个。
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他在学习上也对我有帮助，给我资源，我赢得比较大成就的时候，他会比我还开心。但是我们的矛盾就是他现在在考研，然后我是在考证。他最近压力很大，就是特别暴躁，会因为很小的事情和我吵架，就比如说闯红灯，然后旁边的人叫他小心点，然后真的差点撞上了。那时候我就很害怕，但我也是很温和的，我就说好怕呀，刚刚差点撞了，我说你下次小心点。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觉得刚刚叫他小心的人凭什么对他就是指指点点。然后我就说可能别人也是好意，然后他不开心了，觉得我为别人说话，然后觉得我怪他之类的。然后还有很小的事，就是比如说我迟到5分钟，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在浪费他考研的时间，然后很生气，然后又大吵一架，就是小矛盾很多。他后来就开始摔东西、捶墙，然后叫我去跳楼之类的，就我觉得有点过了。然后有一些暴怒的行为，比如说上一秒还安慰我，然后下一秒就是突然就摔东西了。然后我因为这个跟他提过2次分手了，但是他现在就是又犯了第3次，也是因为很小的事情。我就问他，我就说我做错了什么，因为他平时对我真的很好，不管是经济还是情绪价值方面，然后他也说不出来，就说考研压力大，然后说我不体谅他。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感觉他经常会跟我说我要求太高，我要求另一半没有缺点，说他除了气头上口不择言之类的，没有什么地方还会伤害到我。他就这话讲的，我又感觉好像人孰能无过的那种感觉，但是他这个行为又让我不太接受得了。然后他也说什么自己经济上为我也付出了很多，说我情绪价值该多给他一点。我也看了您的视频，就是我也知道经济是为了置换，但是就是我总是说不出他的话哪里有不对，我感觉我可能被他的逻辑给绕进去了。然后现在也是刚分手几天，结果他现在又来找我，然后给我发钱，说祝我生日快乐，我就是一整个很懵的状态了。然后我就想知道，是真的我对他要求太高了吗？就是在他考研这个有压力的时间，我还想要一点情绪价值，然后他经济上又是他7我3，然后单方面送礼物这样子，然后我要复合吗？这个男生家里是什么条件啊？家里也是在1线城市，有2栋房，但是他父母是离异，妈妈没有工作。然后他给你在一起多久，付出了多少？他给我在一起1年了，然后付出就是基本上都是他7我3，然后礼物上送的也是几千的这种。他自己现在有收入能力吗？我们2个都会有奖学金。所以他没有工作收入。对的。我觉得啊，不是别的，这个男生，我觉得他有一个什么倾向啊？如果你真的跟他分彻底了的话呢，他是有可能会把他的付出都要回去的。这样吗？因为我感觉他目前没有说要付出，然后我们是他带我见过他的家长，但我没带他见过我的家长。然后他妈妈给我包的好，我是1分我就上网给他了。不重要，他妈都没工作，给你包红包，这妈吓不吓人呢？我只是想告诉你，他的性格啊，他体现出来的这些特征，有这种分了以后会找你往回要的这种特征。为什么呢？他是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你施压，让你不跟他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他的情绪不稳定，那么他呢是一个擅长用情绪做手段让别人就范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他很有可能会想要通过找你挽回要付出这件事儿来逼迫你继续跟他好。我觉得这男的不太行啊，就是我分完之后，我又感觉他平时对我不管是情绪还是经济又很好。我们看的不是一个人的最高处，我们看的是一个人的最低处，懂吗？一个人的最低处代表的是底线。底线问题，好不好？高处，我跟你讲，
那个世界上面啊，有很多很多的人呐，他们私底下都是不择手段的，但是他在公众面前也是大慈善家呀。如果你看他的高处，你也会觉得他的人性闪耀着光辉啊，明白吗？但是他私下不择手段的点位呢，你忽略不计吗？你真的在亲密关系当中，你最终要看的是人家的那个最低处。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是普通婚恋关系，我这样对经济与情绪的要求是否是正常的？很正常啊。不过呢，我也建议你到节日什么这个那个，你该送礼物还是得送。你干嘛这么？这也是你跟你的一种情感表达呀。你可以送比别人便宜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完全不送吧？你这正常男女关系谈恋爱走婚恋，哪有说人家光送你不送人家，哪有这种道理呢？对，这个我是知道的，是他叫我不要送。他要你不送，那你就别送了。那我知道了，就是最近因为是初恋，可能实在是走不出来。有啥走不出来的？多谈几个就走出来了。谢谢。好，拜拜。你们一定要去看这个人他最坏的状态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你未来跟他长期相处的过程当中反复会折磨你的点位，懂了吗？最差的那个点位最终就是会一定在你身上呈现的。你要想一想这个点你能不能接受啊？我们就说一个人呐，他是分两面走的，哪两面呢？一个叫做事业链路面，一个叫做亲密关系链，知道吗？事业链路跟亲密关系可以说完全不搭嘎毫无关联，懂吗？就是一个人他有可能有很强的能力能把事业做得很好，但是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差的亲密关系的选择对象。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件事儿？我常常拿一个人举例子，你们知道，比如马斯克懂吗？就是这样的。就有的人他的事业链路跟他的这个亲密关系完全不是一件事儿。你们选男人的时候最终选的是跟他一起的相处的那种平静、温暖、舒适、安全感，能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能不能让自己更快乐、更舒适，这个很重要，而不是看着他有多么的闪耀，他有多么的发光。他这是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完全不搭嘎啊，完全不搭嘎。我跟你们讲，我就是给你们拿一个极端案例跟你们讲，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们知道的很多做生意的人其实是就是这样的，他可能在生意链路上面，他也许真的会让你看到很大的结果，但是他对待女人、对待亲密关系非常差，非常非常的不好。而这种人他还光环特别的大，很多。你们要遇到人多了呀，你们就会发现了，真的到最终啊，亲密关系真的不是看这一个人他自身的那些价值有多大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我左上点关注。我跟你们讲啊，那你看，同样都是有很高成就的人，还是大家彼此之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那个扎克伯格，他的婚姻关系就挺 OK 的，对不对？我们不谈人家私生活里面还有没有乱七八糟，这个咱也不知道啊。但是你就光看他的婚姻关系，对吧？你能看到是那种比较好的状态。然后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巴菲特啊，是吧？其实你能看到有一些人，就是虽然大家都站到了很高的事业高度，但是他们对待于亲密关系，他们的认知方向完全不一样，你们会看到，你们会发现是不一样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我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金贵的社群，因为金贵社群可以那个看到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第一波的这个签名版的书的发售啊，我的第一本书。然后明天下午6点我们会在全网上线我们的普通版的第一本书。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虫儿。Hello， 不好意思。你说，稍等，我拿一下稿件。我在酒店，因为我来杭州过生日嘛，我明天不是在杭州做生日会嘛，然后今天就提前过来了，所以今天可能网络没有平时那么顺畅。Hello， 你好，你说。很高兴遇见痴情女神。然后我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吧。你声音有点闷嘞，你声音有点闷。我36岁，现在这样可以吗？你说，我36岁，颜值身材7到8分，在南方沿海省会城市自主创业，年入大概50个 W， 走雄竞市场。然后娘家有个哥哥在本市这个同行类 top 是前6。然后我自己在市区有房，有40万的车。然后家族的这个家族的利益跟我没有关系，但会给我带来一些小光环。然后我这边跟家族可能有一些矛盾，所以现在这几年的事业要自己突破。喂，说呀，大点声音说。我现在有个稀巴烂的关系是这样子，朋友介绍但是央企大领导师，认识4、5年。然后呢，我们是距离2个城市，动车大概2个小时车程。大概今年前3、4个月前有发生，对方对我很满意，他的资源可以给我带来很大财富。那目前有介绍2个小的项目，就这几个月磨合下来，我慢慢对他的了解、认知，他的具体一些需求要一些回扣的。然后国庆前邀请他来我的城市，电话里面他有提到有什么问题需要他帮忙的话，可以直接找他开口。然后我提到了一些在我这个业务板块的业务之余，又加上了整个建筑总包的业务。这个是在他的一个手下，他跟我交情比较不错，他多次暗示我可以多跟他联系，然后呢向他要总包项目。但事实上我的这个介绍人，他的一个亲近的朋友也是做建筑小总包的，而且跟我也认识很多年。我现在说这些话其实确实有点过河拆桥，不够人道。然后现在发生了这个事情，让我感觉他的央企的一些资源开始在疏远我。然后还有就是，Hello， 你说大点声音啊！稍等。就是我觉得那个事情之后，他的一些资源有疏远我，然后包括但是呢，他每天其实还继续跟我问候，这个习惯保持了3、4年。然后介绍人是大苹果，他呢跟我认识了8、9年，对我有好感，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也可以给我介绍很多资源。现在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我没太听懂，你到底这个是有几个男嘉宾啊？2个男嘉宾。2个男嘉宾，第一个是个小苹果，第二个是个大苹果。都是大苹果，一个在央企，一个真正大苹果。都是大苹果。1号男嘉宾是2号男嘉宾介绍给你认识的。对。然后1号男嘉宾跟你之间有实质性关系，2号男嘉宾跟你之间没有实质性关系。没有，没错。1号男嘉宾跟你给过项目是吗？给过项目做。然后后面因为你想要一个更大的项目，他就跟你疏远了，对吗？他的下面人跟我疏远了，因为实际上操作事情是他下面的一些直接的负责人。他呢？他跟你呢？我感觉他没有疏远，他每天正常问候。他每天正常问候，然后你们还在正常保持这个关系吗？有正常保持联系，但是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所以说那这项目没得做了呗。那你今天这项目没得做，项目没得做了，还思索这个干嘛呀？你谁能跟你给项目做，你就跟谁搞关系啊？他2个人都可以给我给项目。现在谁还能跟你给项目？目前没有实际性再给我项目，现在就发生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他们这些人际关系？你不用处理什么，你正常处理呀。你没有什么啊，没有产生过什么矛盾呐，也没有什么又没有过争吵，又没有过矛盾，又没有过什么的，你要处理啥？在我的业务范畴是总包下面的业务，我已经开口要了总包的业务。那又怎么样呢？你还不是没给你做吗？这不是？是啊，没有给我做。啊，那这事儿当不存在不就完了吗？就这样子吗？对呀。我觉得他们是有在隔阂的呀。怎么着呢？你怎么着？你还上门请个罪，有必要吗？干了就干了呗，我说了就说了，要了就要了呗，他们没要着我就认了呗。然后其实2号男嘉宾他还愿意跟我有更实际的一些关系。你先拿项目呀，项目没拿着呢，搞什么实际关系啊要？对啊，比如说央企这个资源，它什么？就1号男嘉宾是2号男嘉宾介绍的资源嘛，所以呢，其他的资源可以介绍。然后呢，就是我跟他有认识这么多年，也没有跟他有实质性的东西。他后面资源他其实有在提过好多个，但是他没有给我实际兑现。他的想法就是我跟他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他会介绍资源。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们俩，你说我现在就要做什么什么1、2、3、4、5，你把那个给我做了，咱们俩就可以是吧？你要不然的话，你说我怎么能够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委身于你呢？那问题是我现在跟1号男嘉宾已经有过实质性，那又怎么样呢？关2号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圈子面关系这么复杂。你想不想挣钱吧？你别，你还有什么？你有什么别的实力没有？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没有？你还怕把关系搞复杂了？是我怕把关系搞复杂了。你关系搞复杂了，你总而言之是东西要拿到手，关系搞不搞复杂那是后话。你现在1号已经不给你事儿做了呀，你还说什么呢？哎，我的妈，怎么这么费劲呢？可以了，我知道了。拜拜。拜拜。哎呀，给我费死劲！我也不知道是网的问题啊，还是我就是跟你说话，你半天不勒我，到底是啥情况？我真是服了。哎，你们也是的，你们在外面呐，就是
在外面做人做事就是这个样子的，敢开口就要敢认账，对吧？我要了就要了，那你不给就算了呗，那怎么办呢？你还要，哎呀，我跟那个口我开了以后，哎呀，好像显得我不那个，现在怎么办呢？你开口的时候就要想着认账啊，对不对？我开了就开了，你给就给，不给就算了呗，对不对？不给我再搞别的呗。你这开了口又怕什么啊？别人因为这个事儿怎么着你要不当初就别开口，开了这个口就认账。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我们这酒店挺好的呀，我们这酒店装修挺好的，是不是我这个角度太行？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的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会回复你们啊。我们明天下午2点会在金贵的社群上线我们第1本书的签名版 ，OK， 请大家期待。来下一个来 ，Hello， 你好，你好，十字路口说话。十字路口说话，哎，断了。我用的就是自己的网，但是还是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是，哎，怎么离开了？你好，是我吗？是的。七七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哎，谢谢。你说，我有4个问题。先说一下自己的基本盘是28岁，然后本科。在2线城市有房车，大概存款只有20个。然后就是1号的话，他是大概保持了2年多的关系，他是就是维尼。然后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感觉被低成本持有，大概2年多，只付出了20多个吧。然后对，然后他现在是事业的低谷嘛，在想着要不要，就是该怎么保持这段关系。你说的像话吗，姑娘啊？你听一听你刚刚讲的这个话。他是低成本持有，然后他现在事业也不行，我还要保持这段关系，你保持个毛啊？你保持它干啥呀？好的，好的。然后第2个是我的同学，他这几天联系我，他说想跟我有个 DIY， 但是他是彩虹，所以说啥？你能不能正常点啊？你搞点正常的人行不行啊？对，因为我年龄就也28了嘛，然后你28了就怎么了？你28了，你缺胳膊少腿吗？你28了，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家里人就其实把我当儿媳妇，但是没有跟他，对，因为他是我后面才知道的。然后他说他就是长辈身体不太好，说想让我帮个忙，这样子。你是雷锋，你活雷锋了你啊？你帮啥忙？这忙你也帮，这忙你也帮，给你多少呀？你帮这忙1000个？没有1000个，他家里资产大概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1、2千应该是有吧。你家里是有多穷啊，姑娘？这种坑你也要进呢？好的，那我就拒绝他。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啊？咱们能不能找个正常的单身谈恋爱啊？然后第3个是我就是下半年对碰，然后认识的，然后他大概是年入几百，大概资产是几千那样子。对，但是他比我大一些，大概40岁左右。然后我在想，就是之前的都不那个的话，就要不就专心对碰这样子。碰呗，
对呗，但是你能不能让别人付出啊？你别在这整些天天整些爹爹，又整些抠抠搜搜的爹爹，好吧？对，我就感觉自己有点傻白甜，就反正就是老是遇到一些那种比较鸡肋或者什么，然后因为之前也谈过那种生意男，就反正付出挺少。你金贵的关系学了吗？没有。没有。你看看你这脑子，你要不要去学习一下？咱们学了也不要好高骛远，学了以后就懂得看什么是正常人，行不行？好的，好的。然后因为自己的就是其实自己的基本盘不是很好嘛，然后在想着如果是就是正常的婚恋市场的话，大概可以匹配到什么样的对象？你看啊，你找的那个1号男嘉宾，你跟人耗了2年多，又是围内又抠搜，这种男的你都能接受，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你什么样的男嘉宾你都可以接受，你只需要找一个单身正常能结婚的就完事儿了噻。你有什么很高的标准吗？你没有过呀，你也没有谁拉升过你的生活水平啊。对，你找个正常人就完事儿了，找个正常上班的就完事儿了呀。但是我就是对碰我找的，我的要求还蛮高的，我找的都是那种要年薪100万的那种。你找年薪100万的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找年薪100万的，你要找一个愿意给你付出的，好不好？要不然的话，你找那个年薪100万的也没用。好的。然后就是我最近这2个月在那个 OIC 上班，然后你杀我一刀吧，谁都能干 YC 吗？你也能干 YC 啊？你也能干 YC 啊？哎我妈来，你说。对，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脑子真的有点愚蠢。你说呀，你干 YC 上班咋了？然后就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那种感觉像大佬，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有进一步的沟通。先下去学习吧，完了以后下去1v1啊，把套餐整齐活，这个是我对你的建议啊。套餐整齐活，好不好？咱不省这个钱啊，这是救命的钱，咱不省这个钱啊。那我就接下来我在想，因为我本来是想就是这个月干完就不干了嘛，本来也就干了2个月，大概1个月也赚个7、8个这样子，然后在想要不要再去继续干一干。你先把1v1整个2、3个月，你再不干好吗？先教你，把脑子跟你理顺啊。你现在挣的这么多，你这种脑子都能挣这么多，你把脑子盘活一点，可能能乘以3呢。好的，好吧，好的，因为感觉一直都是那种傻白甜的，就别人说什么就有点没有，自己确实有点你不是傻白甜，你纯傻，后面2个字跟你也没啥关系，纯傻，24K 啊，好吧，好的，好，就这样啊，拜拜，我的妈呀！现在看来这个 YC 市场都被你们这种人搞乱了，知道吗？真的，你们这是完全是拉低了大家的这个情商与智商，真的拉低了大家情商与智商。我的妈呀，我都服了！看来你是长得还是美的，肯定长得还是美的，不动脑子都能挣这么些，一点脑子都不带动。来，他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包括想要了解怎么能够找到我的第1本新书啊？怎么能够拿到我的第1本这个签名版的新书的宝宝们也是一样啊！到首页粉丝群，他是1个月挣7、8万，别人28岁，脑子不好用，
在 YC 干了2个月，每个月挣7、8万，你没听懂吗？被第一个维内爹爹白批了2年，然后第二个是个什么彩虹，要哄着他跟别人去带球。哎呦，说帮个忙，你给我带个球。我太难了，你给我帮个忙吧。问题是他慎重考虑了呀，还来问我了，花了这800，还跑来问我了，该不该帮人这个忙？来下一个，妈的，杀我一刀吧，真的。哎呀，下啊 ，Hello， 你好，是我吗？哎，是你说。啊，好开心，爱你！我蛐蛐，我刚睁开眼睛，我现在就是说我的情况稍微有点复杂，我先跟你讲一下，我输出一下。我是你的老粉，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你。好，我说正事儿哈。然后就是我现在我现在有一个男孩，他是90年的嘛，然后我们是2年前认识的，那个时候我有做直播嘛，然后他那个时候刚上头的时候我就不播了，然后后面最近1个月我们又联系上了，他在这2年中间就是断断续续会给我发信息，他好像知道我谈恋爱了嘛，他就说他不打扰我什么的，要给我送礼物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回应。然后他就这1个月期间吧，就付出了可能70个左右嘛，70个，然后其中转账是70个，对，然后转账是20个，然后礼物可能花了有40多个嘛，40-50个，然后他就是说特别特别喜欢我，他说因为感觉到我好像分手了嘛，他说他要联系我嘛，然后就是他说他反正我不说那么多他的表达了，然后就是他就上个礼拜的时候，他就一直要来找我。他买完这些东西之后，他说他想见我，然后因为我也不做直播了嘛，然后他也说不想让我把他当成直播间的大哥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他想见我，想认识一下，毕竟没见过面2年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太快了，再等等吧，我说我不喜欢那么快。然后他就莫名其妙，他就偷偷自己订票了。然后他不是有给我邮寄那些礼物什么，他知道地址嘛。然后他就偷偷订票之后，他跟我讲了，我就以为是假的，我就没相信他，1天没理他嘛，就很冷落。后面他第2天他就到了之后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应该大大方方的跟他去吃个饭嘛，对吧？就是人家毕竟也付出这么多，我觉得做个朋友也行。然后我就去了，我们就去就到那个酒店，然后我们吃了饭，订了包厢。吃完饭我们就去唱歌嘛，那整个过程就是过得也比较愉快，特别的开心。我知道他可能来也就是为了可能干嘛，就是那个意思嘛，对吧？那第1天我们就是玩到凌晨回家了。回家之后呢，第2天一大早他就要催我说要着急见我嘛，然后就说他后天的机票就要飞了，他不想走嘛。我就说我们晚上就看个电影吧，我们后面就去看了个电影，又在商场，他要我去逛爱马仕，我说就别逛了吧，我说刚买过包包嘛。然后他就说行，然后我们就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就又去吃了个饭，吃完饭呢他就说要不要让我去你家参观一下，就是说他说我不会干嘛的嘛，他说我去看看，然后我就说不行啊，我说我家从来没带过男人嘛。然后后面他说那你跟我去酒店坐坐，我们去做个 SPA 什么的。我说也行吧，我说你不会对我做什么吧？其实我知道就是有点危险了，你知道吗？然后但是然后就去酒店之后呢，反正详细的我们就不讲了，就看了看电影，就是聊聊天嘛。后面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快点快进。就是折腾了很久，我就一直抗拒折腾，但感觉是有嘛。啥叫感觉是有？大姐，你们，哎呦，我真他妈想砸手机！你们什么叫感觉是有？但是有，其实有，但是没有完全有。然后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后面我就执意他完成了整个过程，但是没过瘾。然后我们就然后我就执意，好，你先别质疑我。然后我就要执意回家嘛。他说能不能坐在这儿陪着我聊聊天也行。我们2个就聊了2句天，我就着急回家，他就把我送回家了嘛。送回家之后，他就说他不要走了。我说你赶紧走吧，我说你工作那么多，你赶紧走吧。然后他真的很忙嘛，然后他后面他就走了。第2天飞走了，飞走之后我不是
他就飞到别的地方之后，他说我马上明天就要飞回你那儿，再找你嘛。他说我太想你了。我说你赶紧飞回去，我说过一阵子再说吧。然后他就很不情愿的就回他的城市了。那他回去之后呢，也是对我的关系就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亲密嘛，就是一直发信息啊，然后知道我在干嘛，喜欢我啊，想我啊，然后就说想好好对我啊什么的。然后我也有刚开始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他有问我想要什么东西嘛，我就想要什么礼物，我说我想要房子吧，他就一直在看房子嘛，然后他就说你要想买的话，可能我会资助你500个，可以吗？他说你考虑一下嘛，然后我就没想那么多，我就觉得500个可能太少，我可能是觉得太少了，因为我看的房子要1000多嘛，那我就发了那个其他的话给他抵过去了，抵过去之后呢，他知道我这个诉求。然后他这2天一直说你还要什么包包，我要给你买。他说要不折现给你也行。后面我说买包就不如买房嘛。后面他说你多叫几声老公听听，看。然后我叫不出口，你知道吗？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后面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他后面就昨天晚上还跟我讲说，你只要喜欢什么东西，你只要跟我说，他说我力所能及都会满足你嘛。然后我们2个离得特别的远。我现在再附加一个条件，就是我是那个有一个谈了2年的男朋友的，那个男朋友给我付出了可能有700个左右嘛，然后买了一个500多的房子，然后之前我有咨询过你好多次关于他的事情，然后他就是那天晚上，他第1天晚上我们去唱歌什么的嘛。他没有生气，那天晚上弄得很好。第2天晚上的时候，我都是没告诉他的嘛。第2天晚上他就崩溃了，找不到人，他又喝酒了，抓狂了2个小时。他家里不是还有人嘛，他也不管那些东西，就一直打，回家一直打，还跟那个女的说，就说你别管我。他说我找不到他怎么办？他人身出安全怎么办？他就吵了嘛。他第2天跟我讲，后面他第2天他就说，他当天晚上他发飙的时候，他说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感觉。他说我不想这么担心一个人。他说我年龄这么大了，我身体受不住了。后面他第2天醒了，他就说他说的是气话。他说你以后睡觉什么的，你跟我说一声，我就不用那么担心，那么着急。我说行的。你只有3分半钟了啊！我好难受，徐徐你说吧，我说完了。难受啥？你问题是啥呀？问题是我这个男朋友他现在特别的困难，就是房地产行业的特别的困难，没有那么多 money。就是，那你这不是上天又给你递上了一个下家吗？但是那个男朋友他是一个像一个大树一样，非常的包容。他比我大30左右，他就特别的包容，然后会帮我安排家里的事情。小姐，你找男人是为了包容啊？你现在突然之间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光辉形象哎！你是一个这个男的搞几百，那个男的搞几百的人，你现在跟我谈包容啊？合适吗？就是在他这儿我有满满的安全感，有满满的安全感，他都比你大30了，他再过2年是挺安全，路都走不起活了。你要的是安全啊！哎，你别闹！明年他就是说，他说明年会给我安排再买一套房嘛，但是他就是今年要跨过去这个坎儿，他说马上跨过去了，因为我陪他度过了2年非常艰难的时候嘛，他说他会好好对我，他说明年也要安排弟弟学校啊，然后再买一套房。然后你有啥问题吧？害怕他生气，你有啥问题？现在怎么办？然后我怎么引导那个男孩就是买房呢？他好像一直想要买，人家要买吗？你大大方方接受吗？不就买了吗？你现在在那欲拒还迎的搞啥呢？是吗？他没说耶。他说了呀，500，他说了500呀。那个是在见面之前说的，我就是给他抵过去了，就没说什么。没事，他现在说了，你有啥想法你随时提，他不是说了吗？我需不需要1v1啊？我怎么问他呀？哎呦我的妈呀！你可以1v1，反正你有钱。哎呀，我那时候跟他讲，我昨天晚上还跟他讲，昨天下午他就问我要买包给我嘛，我说买包不如买房。他说那你叫几声钱，他就发笑了，他说对呀，他已经说的很清晰了，只要你情绪价值给的好，我一定给你搞，他就这个意思啊。他又想下个礼拜就来找我，又想回来找我，那怎么办呢？我都害怕，他就是为了睡我睡一觉就回来。你不是正好说吗？是要带我去看房子吗？啊，是的。那你到底他妈的是咋搞的？然后我跟他谈恋爱吗？不重要吧，反正离得那么远，压一下节奏呀，对不对？离得那么远哈。然后呢，我跟你讲，你呢要给自己搞点事情做。啊，你说。你要给自己搞点事情做，知道吧？
搞点小事业，赚不赚钱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时间能找到一个口子。哎呀，我今天要再搞这，我明天再搞那，哎，我要出个差，我要干个什么，就是你得有一个口子，能让自己把这个时间错开。哦，你天天躺在家里躺着，人家肯定不停的跟你打电话。他还好，就是我想说，就是他嘛，就是比如说他下个礼拜就要来了，他就硬要来。他来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还是正常在一起，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要来买房看房啊？然后这些说完之后，我们可以发生什么？但是他待2天他就要走，就让他走，然后就是正常再去压节奏，是吗？是这个意思？哎呀，前面你们聊天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可以抛出来了。你就去1v1吧，你直接去1v1吧。你就让他付出，这不都挺好的，挺好的对象吗？这都都不需要等到见面。哦，对对对，他一说要来，我就说是要来看房吗？对啊，什么的哈。对啊。好，他有跟我讲，我不是一直带他往那个正方向带嘛？我说我不喜欢那么快的关系，我喜欢慢节奏的。然后他说如果我跟你讲，他刚开始给我发的是问我什么时候想结婚，他也要结嘛。然后后面那天晚上他跟我讲说，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儿，他说你不能不开心，不要不理我。我说什么？别睫毛线。他说我可能没有那么想快一点结婚。我说没关系，我说人都是这样子的，不要扯结婚，这个不管，不要扯结婚，好吗？好，就这样，拜拜，还扯结婚了，一个月一上来给你花70个 W 的男的，你还想占为己有？不要那么贪婪啊！做女人不要那么贪婪，好不好？见好就收啊！不要那么贪婪。我跟你们说了，一个月能为你们付出70个 W 的男人，那是你的吗？不，那是属于大家的，好不好？大哥是大家的啊！不要老是想着独占大哥、霸占大哥。你们有霸占大哥的想法的时候，说明你们非常的狭隘。你有个啥东西，你凭啥霸占人家大哥？你什么3头6臂，对不对？哎呀，1v1吧，你这种1v1好办，你这种1v1多好办，对吧？好，客户又好，自己也有米。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曲的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又回复你们。想要知道我的第1本书的签名版怎么能够入手的宝宝们，也可以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漂亮肯定是漂亮的，漂亮这个是基本盘，漂亮身材好这个都是基本盘，这个都是毋庸置疑的东西，知道吗？关键还是要有脑子。来下一个来。Hello， 哎，你好。喂，哎，你好，听得到吗？哎，听得到，你说。能听到吗？听得到。你好。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啊，我是在1线城市，今年是42岁，然后有快乐证，有自己的小公司，年入大概100到200，有一个儿子19岁，然后明年是去澳大利亚读书，他的名下有3套全款房，我的名下有500米的资产，同时负债也有500米。男嘉宾呢41岁，有快乐证，有一家不稳定的小公司，今年应该亏了100米了，在3、4线城市，资产大概300米左右，有一个上初中的女儿，父母在带。我们相识于某平台，在平台上聊了3分钟，发觉我们是同行，而且是上下游可以赋能的同行。然后3分钟之后加上地球后，我们视频10分钟，10分钟的时候他就说你安排一下，大概20号左右可以跟我回家见我的父母。然后月底以后，他把他的公司清盘，他说他就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公司里来，因为他们那边的公司业务比我这边更加不稳定。
目前呢，确实是已经见过他父母了，而且感觉还挺好的。然后他准备11月初来我这里，也就是到今天，我们才共同相识到今天才20天左右。所以这个速度这么快，我就想说他到底是要什么？他遇到你这遇到个骗子了呗？要什么？但是，应该我们的老家都是在一起的。我也去，就是我确实是去了他老家，但是感觉没有啊，不像是骗子啊。你的感觉准吗？你的感觉准吗？啊，遇到一个男人一上来3分钟对你一眼万年了，你确定你的感觉准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属于那个，主要就是工作中特别能够契合吧。你们俩合作过吗？你们俩认识20天，你们俩合作过吗？工作中就契合了。工懂，应该说工懂。他是我的善友，所以呢，他跟你聊的挺契合，你就觉得能契合是吧？哎呀，我也说不好，所以我上来问问呀。啊？你要是实在是觉得他不是个骗子，你就跟他多接触接触，好吧？但是守住你的口袋啊！这样是吧？死守住你的口袋。那我想问一下。那目前的计划就是，这就是11月初他就到我这边公司里来嘛，他那边公司的盘子就清掉。那我就想问一下，他来了以后，那准备我们的目前计划就是还要准备备孕呢。哎呦我的妈呀，脑子坏了吧啊！你这是遇着个流浪汉了吧？你是不是遇着个流浪汉了？啊，跟你认识3分钟20分钟完了以后，就家也不要了，厂也不要了，公司也关了，然后就投奔你了。这他妈在认识你之前在外面要饭在吧？啊，你在搞笑吗？这是还备孕了就哦，你可千万别莫名其妙的跟人带个球啊！懂了。一把年纪了，一点生活关系都没有，是吧？一点留恋的东西都没有。我认识一个女人，20分钟，我决定了，我要跟她私奔了。什么玩意儿啊？不是要饭的，就是脑子不好使。这样是吧？行的，那别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好，拜拜。好。我跟你们讲，你们这些啊，到一个年龄啊，恨嫁的这些女的。就是猪盘的第一目标客户，知道吗？哎，那个30到40区间的这个想结婚的啊，手上要有点米的这种女的，就是猪盘的首要目标客户，知道吗？因为你们一直在等着一场入室抢劫的爱情，于是他就给你一场入室抢劫，知道吧？对，你们就是这样的嘛，巴不得一个男的一看到你，我操，愣住。我等的就是你呀！原来我等了这么多年，我等的就是你呀！你们巴不得一个男人对你们就这种态度，然后你就觉得哇，我这么多年我没白熬，我终于熬到了真爱，是不是？遇到的全部是猪盘，吓不吓人？3分钟、20分钟，你给我把这个细节讲的，我都瘆得慌，啊！还什么做生意是一点社会关系都不用讲的是吧？我到哪个地方我就为了你，我要从零开始，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养我。我给你翻译一下，对不对？我一遇到你，我啥也不要了，我这也不要了，那也不要了，我清空了，我到你这儿来干嘛？你养我，对吧？哎，为了我们的爱情，你养我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直播间的宝宝们，以及想要了解我的新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还有咖啡吗？算了吧。
Hello， 你好。喂，你好，听得到吗？哎，听得到，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是生日快乐！首先非常喜欢你，希望有一天能进闺蜜圈。然后我的基本盘是这样的，我是28岁，长相6分，常住海外，年入大概100多，家里大概几千多吧，主要是固定产。然后男嘉宾30多岁，年入比我稍微多一点，差不多。然后我俩来自同一个超一线城市，都是比较顶尖的学校的硕士毕业，只不过我的学校在国内名声特别比较大，然后现在我们在漂亮国同城，然后男方家庭可能现在只剩几十个了，然后我们去年12月认识，1月在一起，现在快要入围城了。主要问题是想问一下父母的问题，就是父母住房的问题，就是我俩名下各有一套房，然后地点就是他的比较大，我的比较小，然后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明确说了，说我不和父母长期一起住，就是双方父母都不住，然后如果短暂来访的话可以一起住，但是超过1个月，然后就是谁父母来访就住对方家，然后平时我们是住在他的家，然后他同意了，然后就和父母谈了这个问题，然后第2天跟我说他父亲不是很能经常来，然后他问我说如果只有他妈妈一起来可以一起住吗？当时我就心软答应了，因为当时想到了就是他父母其实希望和孩子一起住嘛，所以他这个房子首付几乎算是倾囊而出，就是赞助了大概2000多个，然后但是因为就是比较贵，所以他现在房贷压力也很大，然后我现在有点后悔了，因为没有想到他母亲会来的挺频繁的，就是他以前读书的时候好像他母亲你声音大一点好吗？你声音大一点啊。就是说我现在后悔了，因为没有想到他母亲会来的挺频繁的，然后现在签证就是每年可以来半年这样，以后估计可能要更多了，所以我就跟他提了，然后他说他可以和他父母说，然后但是我俩呢目前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说法，然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呢就是也是先连线的目的就是我曾经提出来说把男嘉宾这套就是要不卖了，我们共同再买一套，然后卖的钱还给他的父母，但是因为现在利率太高了不适合买卖，然后呢就是不希望住在一起的原因也是就是希望能减少矛盾嘛，就是对，就是主要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让他自己去说，这是我的让他自己去说，让他说是他不希望他妈过来跟你们住，一定要让他说是，但是就是让他说，我觉得不是你跟我们一起住长时间不是很好啊，你让他自己去说这个话，然后你只唱白脸。好的，懂了。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想说那个经济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刚在一起4、5个月的时候就聊到了房子加名字的问题，我当时没有看过区，然后就说既然是你父母买的，而且你自己还贷，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加，然后就是但是谈婚论嫁之前我同意了，说2家聘礼嫁妆都不用了，因为他父母现在没什么米了，但是后来他父母还是坚持给了10个，然后我妈妈就是也给了，就是我妈妈本来想跟我说他们给多少我们就给2倍，但是我拒绝了，觉得很倒贴，所以就是现在嫁妆也给了10个，一共是20个。然后呢就是他本身的话其实挺就是愿意为我花钱的，就是我们结婚戒指3金什么他花了大概25、6个吧，现在已经没什么存款了。然后呢就是我看了区之后就要知道要管住2样嘛，然后我现在已经掌管了经济大权，就不知道以后该不该管他的开销呢，就比如说有些氪金啊什么的，就是然后我虽然之前说那个房子不加名，然后我也不后悔，但是我想问问如果以后想要加的话大概该怎么提呢？以后加就按你说的呀，把那房子卖了你们俩重新买不就正常就变成婚内财产了吗？那以后就是那就比如说那种花销问题呢，就是我需要该怎么管嘛？因为我也没有经验。想管的就管，不想管的就不要管，你不要逼着自己管，那有什么好管的呢？他开销只要是在正常范畴内，你就不用太管呐。OK， 懂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目前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
有点变得恋爱脑了吧，就是然后就是下了班就感觉就以前是一个特别卷的人，然后我现在下了班就只想贴贴，然后就比较佛，然后之前就想着说什么身体先行，然后我就经常会和闺蜜单独出去玩这样，但是就是久了就会开始变得特别想她，就不是很专心，然后就是所以就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到以前那种特别卷的状态，就是想要去给个建议，就我对。如果你一直就是改变自己了去跟他在一起的话，那么未来很有可能他会不喜欢你的。因为人家喜欢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意味着他喜欢的就是那样的你。如果你长时间以后你变成了另外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有一天他不喜欢你了，那你就只能认了。懂了。好了，我没有问题了，然后谢谢，非常谢谢，然后生日快乐。好，拜拜。拜拜。一个男生选择你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的有独立能力、独立发光的一个状态，那么别管他怎么跟你说，哎呀，你以后不要工作啦，以后我养你，以后你就在家，以后你就这，以后你就那，大概率你变成那样之后，他就不会喜欢你了。很多时候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真的，你们不要以为一个男人跟你提出一个要求的时候，或者跟你给出一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代表着他想，不是，他不知道他想不想，他是事情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不想，你变成了那样的，他才发现他不喜欢，知道吗？就是在你还在他喜欢的状态的时候，他以为你变成什么样他都喜欢，所以他才跟你说，哎呀，反正你怎么都搞都行，你不想上班就别干了啊，我养你这个那个。但是其实本质是在于他不知道，其实你变了之后他就不会喜欢了，他就不会想要了，等到真正那个结果发生的时候后悔莫及啊。所以说呢，一个人你们永远不要想着为什么男人变了，男人变了基本上都是因为你变了。你原来是他喜欢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变成了一个啊，你也不想社交啦，你也不想工作啦，然后你就只拘泥于跟他两个人的小情小爱啦，你变了，然后你慢慢的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啦，对吧？越来越患得患失啦，这个时候他就变了，明白了吗？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爱情的新鲜感，就是在于最大限度的维持自己原有的状态。你们相遇的时候，他是被什么所吸引的，你就坚信那个就是他最想要的，这就很简单。这样的爱情其实往往啊，它没有那么容易过劲儿，真的，就是有个几年的那种浓烈的状态，应该问题不大。这就是维持新鲜感的方式。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啊，或者想要了解我们的新书上市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的第一本书《你就是光》在明天下午2点会在我们的金贵社群进行针对这个 VIP 的签名版的上线，然后到明天下午6点我们会在全网做普通版的上线，好吧？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说。恭喜你的那个新书发售，然后期待了很久，然后关注你的账号也很久了，非常喜欢你的高能量。我有事业发展和婚恋的问题，想听听你的建议。我快速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是30岁，然后颜值7到8分，3线高知家庭，独生女，然后是海外硕士。毕业院校是全球 Top 1的学校毕业，然后现在工作是行业 Top 1的设计事务所。我遇到的问题是，学校和这个工作的光环很大，但是因为是艺术行业，所以收入并不高。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是
国际超一线城市，生活压力是就北上广的2到3倍，所以其实生活压力是不小的。然后我自己有2条路想听听曲曲的意见，一个是想回国做自媒体创业，做艺术培训的 IP， 然后第2条路是留海外的话，我有可能会考虑转 IT 行业。你第1条路是为啥非要回国才能干呢？做自媒体非要回国才能干？这是个好问题。主要是因为这边生活成本太高了，就是哪怕说我在这边，因为一方面就是工作其实还挺忙的，比如说工作晚上到8点钟，然后剪视频到凌晨2点，就完全干不下去，就感觉一定要招团队或者怎么样的话，这边的成本也会很高，就雇人的成本和这个生活成本。那这2个选项里面，你个人倾向哪一个？我自己有一个简单的分析啊，就是回国的优势的话是生活成本低，然后创业的氛围成本会低一些。但是长线发展的话，国内的房价高，再加上我现在的年龄，就是婚恋和转行的年龄压力都会比较大。你多大？如果留海外的话，就是这边阶级固化，哪怕转到 IT 的话，职业天花板也会比较低，可能就是做到中层。优点是房价低，然后教育资源竞争不是那么激烈，以及我所在城市的优质男生很多。你多大？我30岁。30岁。工作5年。反正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说你对于海外身份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执念，或者说你对于自己未来的终局你没有想过说一定要在海外生活，那么回国也是没有问题的。你想创业，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一试。就好像我当时为什么回国，也是因为我认为海外成本太高，一样的理由。但是我手上也是有，那我手上怎么着还是有上百万的存款，肯定是有的。就是说回国以后能够支撑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去试错吧。明白。存款说实话，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在香港的时候，当时有几十万的存款，然后那个就已经是行业最高的，就全球在香港收入是最高的了。但当时可能就是非常想要来这个就是行业 top one 这家公司来工作，所以其实没有管那么多。来了之后发现，哦天呐，这边生活成本太高了，所以就有点慌。就是会发现我的同事都是家境非常好的，就是然后会发现我自己一个这么普通的一个人，竟然选了一个这么不挣钱的行业。我觉得是这样啊，你呢可以在行业到过，你可以在海外呀，先做一做你的自媒体，看看你能不能做出点什么成绩。别管是流量还是变现还是什么，你看看有没有数据做支撑，认为自己能够在这个点位上出结果，哪怕只是出一点点的结果，那么你起码知道自己走这个事儿它是有希望的。如果说你在那边比如说你做了3个月半年，但是你发现完全不起水花，那你也没有必要非要回来扎这个赛道啊。明白就是好像因为我刚注册的时候就很多涌过来的，就是因为毕竟是学校和这个公司名声比较大，但是我没有变现的这个闭环，所以就熬夜熬不下去啊，就一天熬到2、3点。最重要的就是变现，最重要的就是变现，内容不是最重要的，变现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变现，你回国了你也撑不下去。对，对，确实。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婚恋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就是就全方位发力吧，然后就在国内和在这边都有对碰。然后国内有遇到一位比我大几岁的一个创一代男生，然后他是经商家庭，因为欣赏我的行业光环和这个名校光环，他自己是早年创业积累了几千个 W 的资产。然后跟他有线上聊过几次，就会发现很多都很聊得来，但是
啊，但我觉得我跟人家收入水平就不在一个量级上，我觉得这是靠谱吗？靠不靠谱要看他推动关系的意愿有多强烈。他说要来我现在在的城市，他已经在办签证了。那就来旅行，哎呦，试一试呗，管他的呢，试一试呗。你总不是要谈恋爱啊，总不是要找男人。把预期放低，不要想着谈婚论嫁。玩着，就多跟人家学习学习。玩着，他来了嘛，约个会，对不对？哎，感受一下荷尔蒙，结束，然后后面让他自己带节奏。好的，然后还有觉得就是，在这边其实也有对碰，然后会发现，因为是国际超一线城市，其实优质男生还挺多的，并且没有像国内的超一线女生的情况那么卷。但是我会发现，就是好像国内发展很快啊，然后这边就有一种，没有踩上国内的这个快车道的这种感觉。什么东西没有踩上快车道？就比如说我看到的上一辈20-30年前移民过来的这一波，当时的中国人在这边的发展其实是比在国内发展的上一辈20-30年在国内发展的速度要慢的。你琢磨这个问题想说明什么？自己下半辈子不是，你琢磨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有没有必要在这边继续发展，还是说干脆就回国算了？我已经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了呀。你不要去拿历史遗留问题思考问题好吗？你没有那么伟大，你也没有那么蓬勃的视野，不需要你去思考上下5000年的问题。好的，那就是给自己定个时间计划，3个月、半年，撑死了1年，搞不起来也没有必要冲这个了。对的，就踏实的转行。对的，好吧，好，好，拜拜，谢谢，你总有人这不是跟那些男的说些一样的话？哎呀，现在环境不好，是吧？然后什么？哎，以前的钱多好挣，现在的钱不好挣，就说的跟自己干多大个买卖，你还要考虑上下5000年的事儿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个东西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说了2句，你抱怨了2句，怎么能就能改变社会现状，还是怎么着啊？对不对？我们都是基于现状，然后去搞我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嘛。我自己努力，我自己想办法，我自己找信息差，我自己找漏洞，对不对？然后想着怎么去找一个更为轻松的发力点，就是这样啊。关这个社会大环境毛事儿啊，多差的环境都有人挣米。我告诉你们很简单的逻辑啊，你们认为米会蒸发吗？环境好，环境不好，你们告诉我，这个世界上的米会不会蒸发？这个世上的米是不会蒸发的，它只会转移，懂了吗？所以说永远都有挣到米的人，只不过你不在那堆人里头而已。永远都能有挣到米的行业，只不过你不在那个行业而已。所有的，我告诉你们，所有的所谓的环境不好都是什么？都是上一波风口的人得出来的结论，明白了吗？在上一个风口里边挣到了大米的人，然后风口转移了，挣米的板块转移了，所以他在原有的那个赛道上面发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于是他得出的结论叫风口，就是叫什么？环境不好。明白了没有？你看，原来做地产的时候，他们很牛掰呀，蓬勃发展的时候，是吧？哎呀，就觉得一片向好，欣欣向荣。现在那个地产的人肯定说行情不好，环境不好，但是现在那自媒体行业好啊，对不对？短视频行业好啊，对吧？ AI 行业好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范围大小的问题啊。以前可能有10万个人挣到钱了，现在这个赛道可能高精尖一点，只有7万个人挣到钱，对吧？但是钱是不会蒸发的，它只会转移，财富不会蒸发，只会转移。从一个赛道转移到另一个赛道，从一个风口转移到下一个风口，从一拨人身上转移到另一拨人身上，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去想着什么环境好不好啊，什么上下5000年，我们上一辈的人多好挣，这一辈的人不好挣，这些问题跟你无关，这些问题跟你没有关系。你只需要思考一件事，就是现在挣钱的人在干什么。你只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干什么挣，现在干什么来米快，你就动这个脑子就可以了，对吧？你在这个里头去寻求上下游的东西，那么你就差不到哪去，是这个道理。有一天自媒体，我跟你们讲，就像有一天自媒体行业不好干了，对吧？大家都不干自媒体了，我们这一波干自媒体的也会出来跟你们说环境不好明白了吗？也会跟你们说，哎呀，现在经济不好，环境不好，那是因为他的眼光被局限在了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害怕错过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然后我们的那个金贵社群的学员，明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新书上线啊，我们的签名版会在社群里面做优先发布。来下一个。Hello， 你好。蛐蛐你好。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那看你的直播呢，也有很长时间了，学到了很多。因为以前我是一个就是被情绪牵着走的人，现在呢也学会控制情绪了，虽然这个过程挺痛苦的。那现在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40岁，扯过快乐症，有一个粉色宝宝。那在对对碰平台呢，认识了一个男嘉宾，比我小1岁。我的年收入目前只有20多个，那我还有20多个的负债。男嘉宾年收入大几百上千这样。我们是6月份认识的，刚开始呢，他就是说想要进委内的，表现的也很积极，但我觉得他总是说的很好，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我们认识4个多月了，只见过4次面。那见第3次的时候，晚上呢，他送我回家。其实那时候我对他是有点上头的。那本来他说就是让我回家了，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到了的时候我就可以走了。但是我想跟他多待一会儿，所以就一直没下车，还在继续跟他聊。后来呢，他可能感觉到什么，他就提出去那个8+1嘛，但是他提出来的时候，我又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还不想那么快。后来我以为他会生气，第2天呢，他也没有生气。然后后面我们又约了见面，第4次见面的时候是1个月前，本来是应该要发生点什么，但是刚好身体又不方便，所以也没有发生实际的。那后来我们就约了10月1号去他老家见他的家人。在9月30号的时候，我跟他提了，我说我需要还10个 W， 那现在还差8个，那他有答应帮我处理。但是到现在都1个月过去了嘛，然后这1个月期间，我们是基本上每天有电话联系，但是呢，他也没有说要找我，然后他都说他很忙。那有一天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小作文，我说我感受不到他喜欢我，他给我承诺的事情也没有做到，本来我就是有点后撤的意识了。然后呢，他又打电话过来就说，过几天他有空见面。
但是后来又没有建成。那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个想法。昨天呢，我又说我要去找他，他说他要忙，然后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我想说不能陪伴，那也得花米嘛。我就给他发说，我说我想买一个健身课，那5K 多啊，但是他没有回我信息。之前给我反正总共加起来花了2个 W 多一些这样子。那就是昨天发了那个信息他没回，我也没有再发，所以接下来我要怎么做？你有啥问题啊？你没问题啊，你哪个点没看懂啊？就是我没有做错对吧？不是你有没有做错的问题，你想知道什么呀？我想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不推动见面？不想花米呀，所以这不是很清楚，这不这个点你是感知不到吗？那我的意思是不想花米，那我们就这样子就不要联系了，或者就那个。然后我又有问过他，我说我们什么关系？他说是就是男女朋友关系这样。语言是什么？语言是语言是什么？语言是什么？那我的意思是他不想花钱，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就断了联系呢？吊着你不行吗？吊着我什么目的呢？养鱼啊。备胎呀。所以我现在就不用再理他了吧？不是，你们俩是同城还是异地呀？就是相隔1个小时的车程。我跟你讲，本身4个月见4次面这个事儿，就跟认真谈恋爱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可以给你把这个事儿先跟你说死，从头到尾就是你一个人脑子里在脑补，你以为你们2个人是正经恋爱关系，压根就不是，压根就不是。他这个见面频率说白了，人家也就是吊着玩，也就是泡着玩啊，能行行，不行拉倒。然后结果你还给人家什么我还差10个 W 这个那个的，人家心想你快点，你别吓我吧。不是，是这样子的，他从一开始认识我，然后本来那个时候我就准备是下第2个月就是要换一个工作啊，但是可能会比较忙一点。他说你不要搞得那么忙啦什么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叫我不要去。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又叫我他不想我那么忙，然后呢现在又是这样子，我也搞不懂这哪里奇怪了呢？语言是什么？这什么点奇怪呀？这到底什么点奇怪？你从头到尾说的点，我没有一个点感觉到有疑惑的。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什么是语言？我说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白皮嘛。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我不来，态度就是你别来，你也别来，我也别来，这个就是行为啊。要钱没有不打，这就是行为啊。我嘴巴上说给，我付出，然后我分批付出，哪个是真的？我嘴上说我要跟你结婚，然后家长见不着，盘米人没了，哪个是真的？所以就是说，虽然是正经婚恋这种，我给他提米这种要求也没有什么错吧？有错，是可以提米的，对不对？有错，当然有错。人家为什么啥跟你都没有，要给你承担负债呀？本来这男的也不是认真的，你这话一说，直接给人吓死透。本来他也不认真，你这话一讲，直接死透。早点死透也好。不是你找哪个？你就算找个认真的男的，你也不能这么操作呀。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呀。因为有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可能听到一点，他就一直在问我什么事啊，然后我就把这个负债的事情跟他说了。小姐，他说你以后人家问你什么事儿，你心里的解读是，哎呀，他是关心我，想帮我解决问题，这是你的解读。他的解读是，我靠，这女的不会有个大窟窿让我给她填吧？我得赶紧问清楚。这是你们2个人不同的心理动态啊。好，知道了。那现在就是我就不理他了呗。可以。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二号男嘉宾，是我几年前6年前认识的一个算弟弟吧，因为他比我大20多岁。当时呢他是对我挺上头的，但是当时我在围内所以我没有上头。然后他提出就是他已经到 4S 店说要给我买车啊什么的，然后我都拒绝了，叫我去看房我也拒绝。然后有一天呢他跟我说，他说有一天晚上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就是说别人赚1000个 W 可能很难，他说但是你只要说提出来的话，他说你第2天就会有哈。但是我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对你也没有太大的追求，就反正直接就拒绝了嘛。但是呢他有为我付出，就是第2次见完第1次面之后呢，我就给他提出借10个 W 哈，因为确实那个时候做生意遇到点困难，然后他就转给我了。那后来呢我做生意又找他，就是他说帮我投一点嘛，就投了50多个 W， 然后也亏掉了，但是我们是没有实质发生什么的。但是后面我因为那个时候情绪不稳定，就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就吵了一下，然后他就觉得我这个人脾气可能不太好哈。后面呢就慢慢的，因为本来就离得很远，他在北京很少见面，后面慢慢就没怎么快速，你只有50秒了啊！那今年过年的时候，他给我打个电话说要到我老家投米，叫我去那边工作。昨天跟我联系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那我去了，我要怎么跟他就是再提要求吗？还是怎么样？我建议你别提要求，好不好？你先把这个人救回来，你先给人家一点好的感受，你也别跟人发生啥，正常先挽救你们的那个情感状态，别谈提不提要求。你又不是个金饽饽，别见人就提要求，人家现在又没说要追你，又没说要干嘛，你提啥要求呢？因为他说上班的话工资也不高，只有几千块钱哦。他说但是你在老家安个家比较好，他这样说。等他什么付出意愿非常强烈的时候，你直接接受就完了，好吧？你不用想着怎么提要求，你一开口 low 的要死，你都不能开口。好，那就不说。哎，把我急死了！你们这个段位呀，真的是着急，我真的是着急呀！本来就是提要求，我怎么提要求？你们都多大了？什么水平？又是有过围城的，什么又是有娃的，这个那个的，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完了以后动不动就想着要是他一见面，我就准备跟他提要求了。前面那个男的见了4次，我让他给我还10个 W 负债，你哪位呀？哪位呀？能不能评估一下自己的市场价值？评估一下自己的市场价值，你跟这个人他要有不可替代的东西产生，你才能够产生溢价，知道吗？你不要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我开口我随便搞。我要个房，我要个10，我要个这，我要个那，别人凭啥呀？人家脑子坏了吗？你们先正常的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这个是重点。首先是你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你也不要跟别人随随便便怎么样，你也不要随随便便跟别人发生那种很亲密的一些事儿，知道吧？你们就只是让别人去展现你的好啊，你对别人这种关心，对别人的服务意识，然后去展现你的好，然后别人想把你拿下的时候，他会抛来橄榄枝。他在抛橄榄枝的过程当中，你再来跟他你不管是通过提诉求啊、示弱呀，对吧？表达自己现阶段的困难呢，你再来跟他聊是可以的。而且这个还要基于什么？基于这个爹爹比你大几十岁。你前面那个你想走正常婚恋，哪有见了4次面你就让别人知道你有10个 W 的负债？怎么想的呢？人家凭啥要接受你有负债呀？你咋不说你有癌症啊？别人对你们都没上头啊，天天巴不得就是别人一上来他就接纳你这个残缺的自己，是不是？千疮百孔的自我，
你们的遇到的都不是真爱，你们的遇到的都是猪猪盘。如果一上来就接纳你的千疮百孔，一上来就接纳你一屁股负债，一上来就接纳你原来得过绝症现在治好了，这些人不是真爱，不是上天派来拯救你的，是入室抢劫，知道吗？他把你哄到手了，看能不能骗点米，能骗点米就继续骗，骗不着米就给你扔了。因为没有人，因为这个不符合人性底层的逻辑，所有的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谁一上来就愿意接受一个有过绝症的，没有谁一上来就愿意接受一个有负债的、有窟窿的。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美好面去爱上他的，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一个人的残缺去爱上他的。他是因为爱上了你，对你动情了，才选择接纳了你的残缺，不是因为爱上了你的残缺。你觉得别人爱上你的残缺，你就是傻缺，知道不？真是下沉。来，他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害怕我们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会回复你们。然后那个金贵社群的宝宝，明天下午记得关注啊，明天下午2点半记得关注我们的社群信息，因为我们下午2点半我们的签名版的书正式上线，然后下午6点的时候我们会在全网上线我们的普通版本。来下一个，又不好好学习，又不上课，又不进社群，天天就在这儿哼哼唧唧说些鬼屁话，这个烦，真是无脑发言呢，各种无脑发言呢。Hello， 你好。哎，你好，是我吗？这个声音。曲奇你好，我算是个小白吧，然后我现在直接说问题吧。我现在是31岁，然后是前年吧，29岁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的末期对碰，然后碰到我的男嘉宾，他是大我3岁。89年的，然后1年之后，我们谈了1年之后步入围城。现在我的宝宝是4个月，然后差不多2个月前吧，就是坐月子2个月的时候，我发现，我不知道这是叫男嘉宾吗？我就说男嘉宾吧，男嘉宾，然后对方一直有个蓝颜知己，但是让我最下跌眼镜的是，对方是个40岁的老女人，然后他们其实是就是我们在对碰之前，其实他们是，男嘉宾在对碰之前一直是和那个老女人是租房子。停一下啊，不要发表不尊重女性的言论啊。行，那我就说那个蓝颜之女，年长的蓝颜知己。然后跟那个人是一直租房住的，然后差不多和我对碰的时候，差不多是新房装好了，然后基本上是和我之后，我就是带我去看他的是新房。然后我本来是说跟他刚开始的时候，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想说跟他已经开始，我要看看他至少现在是住在什么样的房子，或者是我就想至少他租的房子我也不是我不介意嘛，但是他就不带我去看那天，然后他带我去的是新房，然后我说那你已经买好了房子，那你为什么还要租房呢？就是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然后他说那个叫什么，马上就退了，就是马上到期，房子还没到期就退了，然后这边然后也装修好了，然后基本上我们也就是周末见面，基本上谈了1年就是周末见面，然后基本上工作日的是晚上来接我，然后我们日常见面，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白天工作日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个年长蓝颜知己吧，我反正现在才发现。我很崩溃吧，然后但现在的情况是，在我发现之后要求一下，然后把那个租的房子已经退了，然后他说和那个年长的蓝颜知己已经断了，然后我就想分析他是什么样的心理，那个人什么都没有，我感觉要年龄没有年龄，要长相没长相，甚至还没有文化，连学历都没有。我是211，然后我男嘉宾他也是双一流的本科吧，我们说实话不管是背景，因为我们对碰嘛，也是家里面的亲戚介绍的，而且是非常近的亲戚，我们就是不管是年龄学历还有家庭背景都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目前在新一线城市，但是那个老女人是南方人。我再提醒你一遍啊，行，这是这个男的的问题，你不要老是给别个女的置气，这是你们很大的问题，知道吗？男人自己要找的，你不要老是觉得好像那个女的跟你是什么敌对对手一样，人家跟你怎么着了，人家还先来的呢。他先来的是他先来的，你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吗？他做什么工作？你要想一想，你这个男的是什么品味，懂吗？你要想一想这个男的好哪口，你要这么思考问题。你不要一直拿你跟那个女的比，你懂我意思吗？你跟那个女的比，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人喜欢，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人喜欢白菜，有人喜欢萝卜，有人喜欢苹果，有人喜欢梨，懂不懂？你要明白，这个男的跟那个女的之间会有这么长的情感关联，是因为他好什么东西在那个女的身上。我知道大家都是叫什么说我那个叫什么素质差或者怎么样，我说实话我的情感经历非常少。我现在这个男嘉宾呢是相当于我第一个男人。我就问你的问题，你现在无非就是觉得你在较劲，你懂吗？你在较劲，但你的较劲方向没对，你在跟一个你不认识的一个女的较劲，你在为一个你压根就不明白的什么选手较劲，你在跟那个人较劲。如果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这个男的就是有这个历史，且这个事儿已经铁板钉钉，无法更改，对不对？就好像有些人他在结婚之前他也是找大款的呀，找大哥的呀，找大佬的呀，有人找女大佬，有人找男大佬啊，最后他也是以白富美高富帅的形象上岸呢。他有这个历史，有这个过去，这个叫既定事实。我知道，就是我其实他是一直瞒着我的，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其实他是跟我在一起，我是觉得既然不管比如说你之前怎么样，就是跟我在一起之后，我们都结婚了，而且现在娃已经相当于是在我孕期和哺乳期，他一直有这样的，就是相当于是白天在那边，晚上在这边。但是虽然是这样的话，他其实怎么说呢，情感算是比较稳定的，对家里啊什么的。所以现阶段你们依然是这个关系三角是吗？现在他说断了。现在房子已经退了，那边租的房子。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只说解决问题的事儿，好吗？不谈情绪啊。我想说，今后我其实，我说他们今后，我是觉得他说断了，我就能相信他吗？我说今后还会联系吗？会。第二个就是我想说，因为会联系。会。对。会。我告诉你啊。然后你刚刚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啊？你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女的在你眼里一无是处，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跟你比起来，无论年龄，无论样貌，无论她的工作收入，什么东西都是一无是处，对不对？是。好，那么我告诉你，是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画像，那么他们两个人就一定还会有来往。因为什么？因为对方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一定是给了这个男的非常大的情绪价值。而且，既然这个女人她一无所有，那么她就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如果她想要的只是你这个男嘉宾身上的某一种价值，于她而言，她已经就是她可以一直做小伏低的，她可以一直去示弱的，为了得到这重价值。只要他能主动，那么你这个男的大概率啊，拒绝一次，拒绝两次，不会拒绝第三次。我跟我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年长的蓝颜知女打过电话，然后是当着那个男嘉宾的面打的，然后他说什么孩子还小就是不会在那个，他说等孩子长大再说吧，这是他的原话。我当时就生气，我说就是挑衅吧，我觉得。你不用想了，我已经告诉你了，我首先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嘛，还会不会有联系？会。
你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是解决问题啊，解决你心里的困惑。就是我想说，因为他是离婚了，然后有一个儿子，大概今年是初中毕业吧。我想说，我实在想不到，你说他，我觉得我和男嘉宾的情感已经相当于是破坏了，然后我现在我也有一个就是蓝色的宝宝。我就觉得我凭什么我的蓝色宝宝不能在一个非常有爱的，就是叫什么家庭里长大？我想，你这是情绪化的提问。他的宝宝能不能？你这是情绪化的，你现在是在跟我表达情绪，不能解决问题啊！是凭什么？凭什么？哪来那么多凭什么？这都是既定事实，有什么凭什么的？这都是既定事实。如果你觉得没必要，你们就扯快乐证，你就重新去找一个正常的，对吧？如果你觉得相信这个男人一次，那么你就给他一次机会，然后让他做出相应的经济惩罚，比如说能不能做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把所有的婚内财产全部归到你的名下，做出经济制裁。你就这2个方案，没有第3个方案，要么就走，现在立刻扯快乐证，要不然既然相信一次，选择原谅一次，那么就让他付出代价。如果下次再犯，直接拜拜。就这2条路，你不要去琢磨他为什么要找那个女的，也不要琢磨那个女的为什么找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那个。不重要了，我告诉你不重要啊，不重要啊。他为什么这都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你只能着力于你能解决的部分。能不能离开？而且是这样子的，我其实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是没有有他，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收入，那个财产大权我是没有拿到的。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他本来说，因为我非常生气嘛，他说给我15个 W 的那个补偿还是怎么？后来我说不满意，什么这个能拿米来衡量的嘛？然后不是，后来现在手机我也随便看，然后基本上收入啊什么的。因为他的工作不是那种固定的，我们时间到了啊，你的阐述方式我没有办法继续了，你要不然你就下去1v1吧，好不好？你要不然就下去1v1吧，我已经把方案告诉你了，你就是这2件事儿，没有第3件事儿，没有第3件事儿。你们要是因为我这个直播间是这样子的，为什么需要你们写稿子呢？重点是在于你是要在这个10分钟里头去解决问题的。我不是一个可以跟你们俩，你像祥林嫂一样跟我去吐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你想要去消解你的情绪，找一个人跟你一起去骂那个女的，你可以去1v1。我们在私下1v1的时候呢，我们的导师可以陪着你一块骂那个女的，你把那个女的骂得多难听都没事儿，知道吧？因为这个就是解决情绪的方案嘛。解决情绪的方案叫什么？叫同仇敌忾，对不对？就是我跟你一起骂那个让你觉得痛苦的那个人，对不对？就好像你们找闺蜜诉苦，对吧？这个男的怎么办？你闺蜜如果跟你分析问题，你肯定听不进去，你只喜欢你闺蜜跟你说，这个傻逼他就是个傻逼，他凭啥呀？他配不上你，你让他滚，你就觉得哇靠，好爽，听着好爽，对不对？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就干不了这个活，我们直播间干不了这个活，知道吗？你们在情感当中就是遭遇重大挫折，在你们没有什么情感的这种过往历史的时候，然后呢你们可能初恋或者什么就进入爱情了，发生一点事儿你都会觉得天都塌了，发生一点事儿你就会觉得天塌了，明白吗？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讲啊，很多事儿啊，你们像这样的姑娘呢，如果她没发生这个事儿，她看我，她绝对会看我就想吐，她一定是那种看我想吐的那一类的，他们一定是那种对于爱情有着最纯真的向往跟理解的那一波人。只有当他发生了这个事儿，他再来看我，他才会想啊，怎么真的是你说的这样的呀？他们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我想告诉你们啊，其实就是我在金贵的关系里其实跟你们讲过了的，男人呢去劈叉，他往往啊，他如果是个单偶男啊，他也不是多偶男，他去劈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一段关系里他没有得到某一重需求，就是他的某一重需求在这段关系里没有被满足。我们不要谈对错啊，就在这个点上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要谈对错。什么叫谈对错？就是我凭啥满足他，我凭啥让他方方面面都爽，他也没让我方方面面爽，对吧？这个就是叫论对错，谈情绪论对错。我们只是客观上的跟你们讲，当一个人他要劈叉，他一定是在现有的这段关系里呢有一个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不代表他没有被满足劈叉是对的啊，这个是跟对错无关。他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家里的太强势了，他要出去找个温柔乡，对吧？他有的时候觉得家里这个10点半不给力，他要去找个10点半给力的，对不对？他有时候觉得家里这个在他事业上不能助力，于是他去找个在事业上能给他助力的，能给他加分的，懂了吗？他本质上的这个行为动机是什么？本质上这个行为动机是为了补充他的某一重需求，这个就是他的行为动机。笼统的来讲，你不要想那个女的是什么条件，当你们去把自己跟那个外援去对比的时候，其实你们是陷入到了一个思维误区。这个思维误区叫做你是在看个人价值，横向对比谁更好，对吧？但其实本质上劈叉它并不是比个人价值，它仅仅只是补充价值，明白了吗？就是你没有的东西人家有，而不在于你也有他没有，然后你比他更强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这么个概念。是你不能给他的，别人能给。你可以说这个男人不是东西，你也可以说这个男人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你也可以说这个男人贪得无厌，你也可以说这个男人是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可以，都可以，但是更改不了他想要寻求那个需求的事实，对吧？你们的胜负欲啊，它是来源于他啥也不是，他啥也不是，他凭啥呀？哎，我哪儿没他好了呀，是吧？我告诉你们，30%到50%的男人，他们找的劈叉对象，从个人价值的均衡点位上来说，都不如自己的正的，都不如自己老婆，你们信吗？30%到50%男人找的外援对象，他是一个从综合实力的评判上都不如自己的老婆的女人。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好不好？其实我换一件事儿来打比方，你们就懂了。为什么很多的富二代他到了30岁之后，他不会去找一个白富美？为什么？白富美是不是在择偶市场上他是方方面面都很优质？他为什么不找白富美？是因为白富美拥有的东西他自己也有，他想要的最大需求在这个白富美身上没有产生，是什么？情绪价值。就是你的忍让，你的包容，你能接受他多偶，对不对？你白富美怎么接受啊？你白富美觉得我靠，我这种条件，我这种水平，我还接受你多偶，你们脑子有坑吧，对不对？他是不是这么思考问题？但是他呢，我又不花你的钱，对不对？我要你那些东西干啥呢？我就想找个女的，又能服务我、服侍我、体贴，对吧？他就是方方面面给我整的妥妥帖帖，完了还能接受我多偶，对不对？这样你就明白了。你赖以生存的，你觉得你自己很优质的那些东西，它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不造成舒适感，对吧？所以你看刚刚这个姑娘，你看她从第一句话开始讲到最后一句话，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在大喘气，
对不对？恨呐，对吧？他所有的表达里边，他的语气里边，他透露着全部都是憎恨。我告诉你，侧面说明了什么？侧面说明了你在你们这段关系里，你一直都是觉得自己很牛掰的，很骄傲的，很高傲的，很强势的，知道吗？你就会那种你觉得我凭什么呀，对不对？是这个状态。所以我才跟你讲，那个女的她什么都没有，她只有一个东西叫示弱。她只有一个东西，她成全了这个男人的大男子主义情怀，对吧？你能给这个男人的是光鲜亮丽的婚姻身份、伴侣身份，他能拿着你的身份出去吹牛掰。我老婆211的，多少人都这样。我们在外面看大佬剧太多了。我老婆是什么什么地方的 CEO， 我老婆是这，我老婆是那。这个就是他们拿来吹牛掰的资本，这个就是他跟你结婚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婚姻是他的社会名片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什么超级富豪，超级富豪自己就是名片，对吧？他不一定要找那个什么白富美再给他增加名片了。但是像这种中不溜的这种男的，对不对？他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名片？你就是他的社会名片啊，对吧？他找的就是一个合适啊，体面呢。他能找一个像你说的比他大这么多的女的啊，啥也不是的结婚吗？他不能啊，他不能啊。他也过不了家里人这一关呢，他也过不了他自己这一关呢，是不是？但是他能从那个女人身上得到的价值也是客观存在的呀，你不能否认呐。他一定会示弱呀，他一定会舔呐，对吧？他一定会给他做服务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凡事啊，你们要从人性的需求侧、人性的弱点侧来考虑问题。不要老是用道德和对错去衡量一个人。道德和对错，这个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但是你用这些东西去要求别人的时候呢，非常的理想主义，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什么惩戒措施啊。今天是他在你的婚姻之内，他要是跟那个女的怎么着了，他要去进猪笼，他可能就不干了，你懂吗？把他关进去关30年，他可能就不搞了，明白吗？他没有啊，法律都不制裁他呀，对不对？你让他用道德约束自己，你让他在这个关系里去讲对错，他心想我就搞了呗，男子汉大丈夫，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对，他还这么想问题，知道吧？所以我跟你们说，发生问题的时候一定想一想惩戒措施，我要把惩戒措施做到位，让他每一次的犯错成本越来越高，那么他相应的呢就会有忌惮。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呀，就是愚蠢至极。他说要用米来补偿的时候，你说这是能用米解决的问题吗？不用米解决，用什么解决？用承诺解决吗？用写检讨解决吗？啊，用发毒誓解决吗？用下跪解决吗？你们这是从头到尾的这个天真不更改，那你就是反复的在一个坑的反复跳，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啊，金贵的关系该学，知道吧？就算是想吐，我建议你也忍着把它看完，懂吗？是不是？忍着这个反胃的感受啊，把它学习一下，了解人性的弱点，明白吗？然后呢，跟人性的弱点去共存，在这个里面去利益最大化，这个就是我对你们的建议啊。那骂的呢嘛，继续骂，等你有一天呀，要是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这一遭，哪怕是骂我的人，好不好？哪怕是骂我的人，我也希望你们的生活一帆风顺，我也希望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想要的。但是呢，我是真的不希望你们是经历了这些事儿，然后再来回头想，哎呀，当时我要是听你的有多好，就损失太大，好不好？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还有人在问，为什么他喜欢一个40岁的女人？那我告诉你们，你看我们做这个10点半，这个是吧？功能给大家弄功能提升，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价值啊？它是不是帮助你把一个40岁的女人的技巧融入到一个20岁的女人的身体啊？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喜欢40岁女人？你跟他这方面怎么样嘛？能不能达标嘛？能不能满足他那些非常奇奇怪怪的诉求嘛？对吧？对不对？我就跟你们打一个比方，这一个点。当然他们不一定啊，他们不一定是这个点，但是我只是打这一个点的比方。你觉得你一定在这个点上比那个40岁女人强吗？你今年30岁，你今年25岁，你今年18岁，你觉得你在这个点上，就10点半这一个点上，你一定比那个40岁女人强吗？我就问你这一件事儿，别的你们自己慢慢想，好吧？来下一个。喂，曲曲，哎 ，Hello， 你好，哎，你说。哎，你好，然后我这边的话是之前的话是跟您连过2次麦，然后今天是第3次，然后前2次呢分别是一个是就是男领导的这个橄榄枝怎么处理，然后第2个是这个下行行业这个怎么选择。今天呢还是就是有这样一个突发情况啊，然后就还是我这个男领导的这个操作我有点看不明白了，所以我就赶紧来找曲曲连个线。我先大致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是30，然后是这个医学类的一个本科，然后是在3线城市，车房呢都有，年入大概是在60到70，是在这个某医某药做管理，外在的话基本就是6、7分这样，因为身高比较矮一点，1.6米这样子的。然后现在呢，我是进入了维内，进入了两个月。但是我本来是以为我进入维内，然后我也特意找我领导来参加了我的这个婚礼啊什么的，我以为他会从此收住这个就是对我的那个啥，但是没想到他现在开始更猛烈了吧？比以前的这个，对，就是你们都是属于不了解人性的底层逻辑的。就是现在有一点明目张胆，第一个是工作方面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就是这个3轮的这个裁员，然后的话其实我第3轮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但是他还是裁掉了一个资历比我深一点的，这个就基本业绩跟我是持平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呢我是接了这部分市场，就是我的市场是等于更大了，然后他又给我申请了一个这样就是优秀这样管理，然后还给我分了8000的一个股。这个股份呢，我们公司股份大概现在是50块钱一股吧，就是基本算下来的话，我可能1年要增加40个 W 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这个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因为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指标明年要给它创收的要到3500万，就是相比今年2000万的话，我觉得他给我这个数也是合理的。然后就是我是最近在过生日，然后他就是在这个私人方面，然后就前几天突然让他的这个小秘书小助理，然后过来给我就这个助理就是情绪特别不好，然后他给我甩了一个7万的包，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翡翠的这样的一个手镯，我大概找专业的人问了一下，就是要到30，就是能看到30这样子的。就是现在的话我就不知道，还有就是中间的话我是有什么动作呢？因为最近啊，就是他这个人员架构调整啊什么的，就是我跟着他一块工作的这个相处时间要多一点的话，基本就是白天的话就是跟大家在谈这个裁员啊、开会啊这些事情，然后到那个晚上的话肯定会有应酬嘛。我酒量相对要好一点，所以的话在这个酒场上也会帮他挡酒啊，然后包括的话他们也可能去这个就是商 K 啊这种的，但是他们在干嘛，我就基本是出来，然后
就是这样。然后到那个他最后喝多的时候，我会把他送到这个酒店，然后也会给他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是给他喝个醒酒药啊，然后把他的这个外套让这个服务员给他干洗一下，然后再送回来，就是做一些这样的工作。然后在这个中间呢，他就有这个拉拉扯扯的这个状态嘛，有这么5-6次。然后我就是要么我就是扭头走掉了，要么就是婉拒了，反正我就走了。但是他这个突然给我送了一堆这个东西，我现在就是，而且他也没有他自己来送，他是让他的这个小助理来送。然后我跟这个小助理之前关系还不错，但是小助理就咔直接给我甩过来了，说是那个领导说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什么结婚快乐，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就有点这个，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有点。你怎么想？你想干嘛？目的目标？我是想着就是他在这个因为工作方面嘛，他给到我这个股份啊什么的，我是想着就是在这个行业再赚几年的这个钱，我不想跟他开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一直是走雄竞上来的，我这个雌竞的这个我没有这个段位，我也没有这个。没毛病，我觉得你想的非常好，那么稳定你自己的发心就可以了。他怎么做，你都不要因为他的动作去过度思考他行为背后的动机，不需要，因为你不想，对不对？我们凡事只考虑我想不想，我想不想要，对不对？所以说，当我只考虑我想不想要的时候，他想不想要的跟我没关系。他想要是他的事儿，我就装不知道，我就是装不知道，我晚上全当你喝多了，白天全当你胡说八道。那么这个礼物呢，如果你收了，问题也不大，但是等到他下一次有什么升职啦、过节啦，这个那个了，你需要还一个至少80%的礼物回去。行，还礼就是现在吧。好，谢谢。这个我明白了。这个礼物的话，我可以这样处理，因为之前的话，像他的这个生日啊，包括过年过节的，我也都会给他送礼物，然后是控制在这个2万块钱以内的。然后你这次肯定不能2万块钱以内了，你这个额度得上去啊。好。然后这个他吧，他现在就是我是有自己的区域，其实我们是异地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可能是1个月开月会会见这么1到2次。完了现在的话，他就是会很频繁的给我打电话，但是他也不说私事儿，然后他就说，那个我有什么，然后需要你跟我去一趟。就1个月的话，可能上升到这个频次就是你看我基本上个月的话，我可能只有20天是全部是跟他在一起的。然后他就是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然后约你的这个时间，然后让你去跟他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还全是工作上。我推了那么几次，但是你至少有1个月有半个月是跟他在一起的，而且我们这种工作吧，他是肯定会有应酬的，就是总是这样拉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我又怕那个处理的太极端，我又怕他会生气。而且我跟你讲，首先现在就是最需要夯实的部分是你的业务能力部分。你能创收多少，这个里边到底有多大是你的个人能力，你的可替代性到底有多强。他现在这个业务吧，就是他这个盘子刚给到我的时候是一个亏损的，我是比较擅长就是做这种，就是从一个烂摊子然后收拾到正常运营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的话我完全不可替代，我觉得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匹配我现在他给我的这个收入，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跟自己的个人能力强挂钩，那么你就可以强硬一点。强硬一点。对的，你甚至可以说，你说你这段时间，你是有的时候你们呢太女性气质了，知道吗？就是你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你明明是一直走雄竞的一个人，但是呢，你到了跟男人要去对抗的这个时候还是那样，好，去我们好，都这个状态，你这个状态就没有办法让他不想跃跃欲试，知道吗？有的时候你们要有点江湖气，要有点爷们儿气，
知道吧？甚至于你去那个商 K 啊，你帮他多挑几个，懂吗？然后他让你干嘛干嘛，你说哎，我跟你讲，你说哎呀，你说我最近这个业务你不知道吗？我从星期几到星期几都要忙死，你说这他妈几千万你干得出来呀？让这么讲话，懂吗？是这样讲话，你把他桌子一拍，哎，你说你天天拉我出去应酬，我跟你讲啊，这今年1000万业绩到不了位啊！你像这样，你别老去不想去啊，有事儿好，这，你说你这他是不是就想插着你搞？对，是这样，就是我呢平时就是在对这个下属跟平级的这个时候吧，其实基本都是比较严肃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就是对上的话，一般就是可能会觉得把领导的这个工作做好。然后领导工作做好有方方面面呢，对不对？什么我每次给他们安排商 K， 我也就在外面，你在外面干啥呀你？你在外面干啥？你在外面放风啊你！我怕影响他们发。不是，你是在外面放风，你在外面，你生怕别人不觉得，哎，这是个女的，她跟我们不是，你不能这样，你在这种场景里边啊，你要让他们觉得你跟他们有这种就是江湖感，知道吧？他慢慢的，他对于你的那个雌性的那个东西，他就退化掉了，他对于你的那种女性特质的那种追逐，他就退化掉了，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越是希望这个男人啊，他对于我们有那种想要泡我，对吧？我要用这个性别优势去争取东西的时候，我就越是要怎么呢？表现女性特质，矜持啊，对不对？内敛呐，哎，别人开车搞段子，哎，我装听不懂啊，对不对？啊，别人笑啊，什么意思啊？对不对？这个是我在释放雌性能量，希望能够让他们对我投射关注。但是当你想要去完全平起平坐，或者说让他们不要对你产生这种想法，而且我用业务说话，我用能力说话的时候，你要反向操作，知道吧？就是开车开的比他还勤，饭局上啊开车开的比他还勤，知道吧？他要是在那个商 K 里面啊找别个女的干嘛的，你一定要给他挑个最大的往那边上坐着，懂不懂？一定要给他挑个最大的往那边上坐着，而且你要跟他聊什么天，说哎，你说领导。你说你们这出来玩啊，钱都花了，你说挑个大的，你要像这么个聊天，你说你花一样的钱，你要挑个斤两大的、斤两重的，要不然你这钱不白花了。你要像这么跟他聊天，明白吗？他慢慢的他就觉得，算了，你还是做业务的，你还是做业务吧，你懂吗？你要给自己锻炼这个感觉。那我可能以前都操作反了，因为基本的话，他们就是饭桌上他们开个什么玩笑，哎，我要不假装没听见，我就要不假装听不懂，这都是在释放雌激素，知道吗？好，时间到了啊，我给你讲明白了，你自己下去悟吧。拜拜。你先祝你生日快乐。好，拜拜。你们不要老是嘴巴祝我生日快乐，要支持我们的业务，对不对啊？我要支持我们金贵的关系，支持我们的151，支持我们的10点半，对吧？要用这表达，对我的爱要用这表达啊，都是这，我们要用真金白银表达爱，对不对？你们对我用真金白银表达爱，能量守恒啊！你们的男人就对你们用真金白银表达爱，对不对？真金，别跟我务虚，我这个人主打就是个务实。是不是？你们看，你们要是跟男人就展现这种状态，这不就是雄性状态吗？这个就是雄性状态呀。什么是雌性状态？什么是雄性状态啊？对吧？我在跟你两个还没开始搞业务，还没展现我的实力，没展现我的能力的时候，我是可以利用一点这个女性特质，对吧？哎呀，老板怎么样，可以这样一点，对不对？哎，开玩笑不开，我这是为了让大家对我投射这种对于异性的关注，对不对？但是当我已经有我的拳头已经出来了，我已经拿业务说话了，我已经拿我的成绩说话了，这个时候我还跟你黏黏糊糊个毛线呢，对吧？这种时候就是你搞得欢，我他妈比你搞得还欢，知道吧？就是这样，对不对？我撒开了搞，不带怕的，不带怂的，明白吗？你们像我这样个搞法，我跟你说，那男的刚开始吧都想追你，到后面都算了，不合适，驾驭不了 ，hold 不住。他们到后面全是这个路子。我就是这样把喜欢我的男的全部都变成贵人的，真的。
我就是这样的，把喜欢我的男人最后全部变成了哥们儿，全部变成了甲方，全部变成了我的贵人，就是这么搞的呀。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展现的女性特质，知道吧？都是像我对榜一大哥这样的，哎呀，你好好呀，你怎么这么好呀？到后面就不是这样了，到后面就是帮他挑个大的，到后面就全是帮他挑个大的，甚至于还可以帮你把单买了，知道吧？这都是小事情，哎，这都是小事情啊。雌雄同体就是这么个同体法啊！你们光嘴上说雌雄同体，干的那事儿一点都不雌雄同体。来，大家没有关注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想要了解我们的新书的宝宝，还有想要找我们1v1呀，以及学习金贵的关系啊，进金贵的社群呐，了解10点半的相关知识啊，等等等等的啊，不管你们想干嘛，总而言之就是不能走丢。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又回复你们。对的，我是真的曲，不是录播。来下个来。Hello， 你说是我吗？是的，你好，好喜欢你。是这样，我先讲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42，然后是车证有几年了。在2线城市有房有车，年收入50到60吧。然后我的男宝宝也很大了，在大学了。然后男嘉宾他有一个粉红宝宝，他没有结过，就是比我大4岁，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结过，所以可能这个问题是有点大。他的资产大概5到7千左右吧，大概5千肯定有的。年收入100-200，大概我预计，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收入，我知道的是这个。他的外形啊什么都是我喜欢的。我们是去年年初交往了快2年吧，期间就是很内耗，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是小异地，动车1个小时这样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去年是疫情，基本上都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好，一分开就吵架。我感觉他有分离焦虑症。然后我们主要吵架的原因是因为最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有一个前任是比我小10来岁的，跟他分开没有，他一直不愿意分开嘛，就那样子缠着我，然后后面。然后他有出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就是去医院嘛问题，那个我不能讲。然后我就去看了他，就这个事情最终被他知道了，也是逼我说出来的。然后后面就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反反复复的在讲，今年基本上都在拉扯的阶段。他每次都是说因为我那件事情去看了前任，然后意思说我背了他。现在都是说拿这个事情说事，然后我就觉得太内耗了，那就分开了吧。那他又不愿意，又一直打电话，我现在全部都拉黑了，他又打电话给我，用各种电话打给我，我就不知道我要不要去跟他，也没必要复合。你喜欢吗？你喜不喜欢吗？我不会喜欢他，但我觉得他的性格太急，就比较很内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好，很温暖，但是一分开他就说话言语上对你的这种，就拿这件事情说了快2年，就因为我那个前任的事情嘛，他就觉得搭理吗？你不能不回吗？背叛了。你不能不回吗？就他说这事的时候不要理他是吗？就不回呀。怎么教育？就是当他做了你喜欢的事儿，咱们就给正反馈；当他做了你不喜欢的事儿，咱们就给负面反馈，就是这样教育啊，对吧？他只要说别的，说的让你开心的话，你就哗哗哗，你就跟他聊得很开心。他只要一提这个，马上立刻静音，直接拉黑，只能等他过2天再给他放出来。这样子哦，这也是个好办法。我每次都在自证，我都在说我怎么样，然后我就是在跟他对骂。然后因为他期间他也有劈叉的行为被我发现了嘛，那我也觉得我自己这个过错好像我那时候还平衡了一点，就觉得他那时候后面我查看家里的那个金，他不入户都有那个东西嘛，我就查了那个时间，那个人一走，他马上就跟我语言，就是我知道他那种纯的就是那种嘛。劈叉行为，所以我心里觉得也还好，也没啥。我现在是能接受这些，然后我就拿这些事情说他，他一说我就拿这个事情怼他，
大概就这种情况，然后就不知道这个人不值不值得我再去。不累吗？你喜不喜欢他？他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愉悦的部分？我会喜欢他，那就行了呀。他也会喜欢我，那么就只跟他让你喜欢的那一部分相处，他让你不喜欢的那一部分你就不相处。然后他有个执念，他一定要有男宝宝嘛，因为他的女宝宝是在国外的，然后但我这种年龄我肯定不想嘛，就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你不想就不想，我已经说了，只在你喜欢的层面上相处，不要在你不喜欢的层面上相处。如果说在不喜欢的层面上实在是搞不了了，那么就让他自己走，让他自己用脚投票。那他又不走，就一直那就对了嘛，那就对了嘛，那就对了嘛，不纠结啊。怎么办？我要不要跟他往有结果的方向走？如果那样子，就一定要不要带球，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吗？或者说你开个价，对吧？我的原则需要被价码所打破嘛，对不对？但是他是觉得我的那个过错让他也不想跟我有结果，但他又觉得他所以嘛就不重要。你老是喜欢跟我说他觉得关你什么事儿啊？他觉得他的呗，他爱怎么觉得怎么觉得。我现在就被他搞得很难受，我觉得分就分清楚了，就好好的我干我自己的事。那他又时不时又来找你呀，又打电话干嘛的？小姐，你要是要想分清楚呢，你就不要搭理这个人，对不对？你就全网拉黑，对吧？听到是他的电话直接挂断，不就结了吗？已经全网拉黑了，你又不要在那黏黏糊糊的呀，你干嘛跟人家黏黏糊糊的呢？那当然我也会舍不得他。对呀，那你扯什么呢？你在这儿舍不得，我已经告诉你方案了，只按照我想要的方向相处，别的不想要的方向我一概不回，一概不理。我喜欢10点半，我就叫你过来10点半。今天你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聊得挺开心，我就跟你聊。你聊的这个话题，一旦画风转得不开心了，我立刻就不回了。还有就是比如说10点半，比如说之前去年是比较好的，很频繁的，那今年就可能也是因为吵架吵太多了嘛，就是差距很大，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还有别的出口啊。我觉得应该也是吧。对啊，没有你想的那么认真，也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得了，好吗？别人有的时候也就是个表演型人格，说白了。就是因为目前在我身边的追求，他是条件最好的一个嘛，我就想说我要不要抓住他，我也在纠结。毕竟我这种年龄，大姐啊，我觉得你挺搞笑的，你知道吧？你都恨不得要跟别人分，你还在纠结什么我要不要跟他长则？你有什么毛病呢？你这2件事它是一件事吗？你都恨不得想说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在一块了，你还在想着我要不要跟他推长则？你这2件事有必要放在一块做考虑吗？因为我想的是，要不就分清清楚楚，如果要在一起，那就长则。你不是这么想的，你想好了跟人带篮球了吗？这个不想，那不就结了吗？你都不想实现别人的最大诉求，你说个什么长则呢？好吧，那如果带的话，也是要谈条件的带。对呀，对吧？那个条件嘛，谈不明白嘛，那就不用想长则的事了呀。就那个事情，在他心里真的是那么过不去吗？哎，我他妈的吐了！你怎么老是在问一些不重要的事儿？他有可能是装的，但是你怎么验证呢？请问，我怎么验证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在乎？怎么验证？你告诉我。好吧，不能验证的事情不纠结，懂吧？不能验证的事情不思考，不能验证真伪的事情我不需要琢磨是真的是假的，管它是真的是假的，你爱干嘛干嘛，跟我没关系。你爱在乎在乎，不在乎不在乎，你所有的这一系列的表演在我这儿屏蔽。那现在就他再打给我，我就不要接了，就不理他了，对吧？想分你就彻底不要理，想在一块儿，那么我说了，只在愉快的情况下相处，在不愉快的情况下选择消失，什么时候愉快了再出来。好的。
知道了，谢谢。你们根本就是听不懂我说话，因为你们始终在盘这个男的逻辑，你们永远在跟我盘这个男的逻辑，所以我上头，知道吧？我想揍你，我想拿个板砖揍你。我们的人生当中，首先最重要的是我要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不想跟你好，我想不想要球，明白吧？不在乎，他真的那么在意这件事吗？你一直跟他纠结这个问题，你就一直会被他的情绪所纠缠。他已经给你设定了那个框架，就是我在乎这个事儿，我要跟你搞，然后你就就着他这个框架继续往下搞。你说你不累谁累呢？对不对？他只要谈什么前任这个你跟好不回了，直接不回，信息静音，拉黑，电话一拉黑，信息一静音，懂了吗？然后过3个小时给他放出来，看看他还发不发，又发，好，继续拉，懂了没有？是不是很有实操性？对吧？谁规定你哪个鬼规定你非要回他信息，非要接他电话，对吧？让他做决定，把困难的问题交给他。你想跟我好你就好，你不想跟我好你就走，简不简单？这就是我只跟你说一次，你只要跟我聊前任的问题，我就把你拉黑，这是我最后一次通知你。这个通知给完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懂了吗？你跟我聊风花雪月，宝宝吃了没？吃了。你想不想我想你？爱不爱我爱你？想不想见我？想见你。现在立刻马上就来。然后他说妈的，我一晓得你那个前任，哗拉黑。懂了吗？就只要聊到让我的不舒适区域了，立刻拉黑。懂了吧？哎，我说吧，再过3个小时放出来呢，他肯定就炸了嘛，对不对？继续拉黑。过个3个小时放，你冷静了吗？咱们可以聊点别的了吗？还不可以吗？好，继续拉黑。听懂了吗？就这样，因为你对他没有什么，你对他这个人本来你现在是吧，你也不想带球，你也不想干嘛，对吧？你就我用着呗，玩着呗，想那么多干什么？真的是，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啊，我这个人，我的手机里啊有无数，就是跟我发了无数条信息，我都不带回的。我一向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这样。如果这个人他一直在质疑，你为什么不回我？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我？哎，你在干嘛？不是，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我会3天不回。这是我的方式，明白吗？因为我对你这个人，我本来就没有说我非要是吧，或者说我非要怎么样，我没有非要，就像他说的，哎，我都想掰了，我也觉得断干净干嘛掰，是因为我已经受到你的困扰了，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我在你身上是没有什么所谓的非常非要不可的价值的，对吧？既然是这样，也就是说你是具备可替代性的。那么首先第一要务我要爽，第一要务就是你不能让我不爽，对吧？你要按照我想要的方式跟我相处，而不是想要把我扒成你的方式，你不配，懂了吗？你哪位？你哪凉快哪待着，就这样。我经常这样的，3天不回，等我回别人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我靠，你今天心情好好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如果人家又电话轰炸我呀，干嘛这个那个的，也是，他会得到2周没有音信，他会得到这个结果。如果他电话轰炸我，然后我就会说你好吓人呐，然后2周没有声音，2周都没有声音了。然后2周以后，我要是想跟别人说话了，我就会又随便起个头，哎呀，今天我干嘛干嘛，我随便起个头，我根本就不会再去谈，哎，2周以前我为啥没回你，我根本不在乎。他如果是一个脑子清白一点的人，如果他还想跟你维系关系，那么他也不会再提2周以前的事儿。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的。所有的相处方式，我跟大家说过了的，别人怎么对你都是被你允许的，对不对？我跟你相处的前提是你不能压榨我的生存空间呐，对吧？大家开开心心不好吗？为什么你老是要来搞我心态，老是来压榨我的生存空间呢？对不对？本来这就是愉快的时候彼此交流的一件事儿，我也不要压榨你，你也不要压榨我，咱们就是轻松愉悦，主打就是轻松愉悦正能量，对吧？除非啊，这老板
好吧？我要是不回他，他夸给我打100万，那我就不能这么操作了，那绝对不能这么操作，咱们一定要把舔狗舔明白，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不理他，夸100万，来了，老板来了，对吧？那没这个事儿嘛，那我管他那些，对不对？大家没有关注吧？我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最后一个。Hello， 你好。喂，曲曲。哎，你说。Hello， 曲曲，我关注你好久了。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Hello， 我听不到了。Hello， 我听不到了。Hello， 曲曲，你现在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和男嘉宾的话是都是29岁，然后对碰认识的，是家里介绍的。然后呢，我们2个是在异地，然后都在1线城市。我的话，家庭资产的话大概是一个小目标，然后家庭年收入是100左右，然后我个人的年收入是30到50。男嘉宾的话就是家庭情况应该跟我们差不多，然后但是他们的就是年收入应该比我们多，但是资产可能没有那么多。男嘉宾现在是在家族企业就是打理就是做管理的，然后他的年收入我大概估算一下有个60到100吧，就看行情，就也不一定。然后我们2个是去年认识，到现在的话就是有1年多的关系，但是就他没有跟我表白，然后我没有觉得我们2个在一起，但就他所言，我们2个是男女朋友关系。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因为跟我是异地，所以的话，我们2个大概是1到2个月会见1次面，然后大概在对方的城市待2天这样子。我们2个是有过2次10点半，就没有在进行过多的一个接触，但是家里的话就是会煮饭局，大概是3个月1次，然后双方家庭都是想推进婚恋关系，但是就他个人的这个状态来说，我觉得他可能还在考虑，就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没有给到位，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不太清楚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没有很明确的给到需求的情绪价值。你的问题是就是我想知道怎么推进2个人的关系，然后就是了解他的需求。你的情况适合1v1。你估计聊天比较干巴，就是很没有趣味。这样子吗？对的，对的。因为你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女生。然后呢，像你看今天第一个连麦上来感谢我们蕊妮老师的那个，不就是跟你一样的吗？就是很单纯，你们在跟男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办法调动他的情绪。这个我不太了解，就是因为他现在情况就是属于每天有跟我联系，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很干巴，就是每天有点例行公事的感觉。对啊，因为你也不会带节奏嘛，就2人都不咋带节奏嘛，这个不带节奏吧，这个事儿就变成了就是左手摸右手的感觉了，不刺激，不调动情绪，他对于推动关系，他自然而然他就没有什么意愿，因为他没有激情嘛。明白。那
那就是现在我能做的有什么吗？就是因为这2天刚好周末嘛，然后我也在跟他聊天，然后就说要不要去见一面之类的。然后他是今天晚上有事情，然后他原本想让我明天过去，但是就是我有点不是很想，我就扯了个，就说我明天刚好有点忙什么的，然后就说那就下次了。就你们这就是哪是谈恋爱呢？你们这根本就不属于谈恋爱了，这就是聊着聊着已经都快成姐妹了。就我真的建议你，我建议你去1v1，我建议你去1v1。你起码来讲的话，你先找聊天的节奏吧。好吧，好吧，看着人家咋聊你就懂了，你就知道你的差距在哪里了。好的，行。好的，那曲曲，我还想问一个别的问题，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这个男生跟我就是情况差不多，还是什么原因啊？因为就是我之前其实有在就是平台对碰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也像你说的，就是想要扩大一下交友面之类的，然后完了之后一个礼拜能见个3-5个吧，就是我是真的是觉得就差很多，就质量就是跟不上来，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家庭情况还不错的，然后会觉得就是工作能力啊，或者是谈吐各方面啊，思维上跟不上，然后所以就是这种情况我要就是有其他改善的方式吗？哎，我跟你讲，你就是个傻白甜，你什么改善方式？你就是太低端了，就是聊天没概念，不知道咋聊，你就这一个毛病，没啥。你现在这个男朋友，如果你觉得方方面面合适，你就先往这一个点上面先去打一打看看，知道吧？先打打看，然后你起码来讲，不管跟这个人有没有结果，你起码能学点东西吧。你起码知道，但到底说男女关系之间，起码只要我能看上你，那么大概率问题不大，而不是在于我始终在纠结于对方是不是这没看上我，那么看上我，这个就不是很重要。对碰是我没看上对方，不是对方没看上我，就大家还蛮有意愿继续跟我聊，可能我就不太想要。就是你觉得条件不达标嘛？你现在的男朋友条件达标，你就先攻这个。因为我告诉你啊，你们不是说，我跟你说对碰是这样的，你是用软件吗？对，软件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你懂得怎么筛选的东西，知道吗？这个比聊天段位更高。如果除非你条件差你条件一般，那么你可能就是很容易遇到条件比你好的。但是当你的条件好的时候，你在软件上，因为它大概率的人都一般嘛，你要讲的真的是条件很好的，是要你非常有慧眼，你要知道怎么去甄别，怎么去筛选，而不是说一上来就见面，是前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你想了解的信息了解的差不多了。明白。是，要不然你个个都等着见面，那他见的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都不知道。确实有这个情况在。好的，那我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好，就这样，我先下了。好，谢谢曲曲。好多姑娘就是这样的呀，从小家教比较严，然后自己呢也没有什么额外的社交，除了学习就是家庭聚会，就是除了同学聚会就是家庭聚会，但没有什么别的。不像我们这种，我们是属于野路的，知道吧？我们是属于野路子，就从小到大行走江湖的那种人。所以说我们，哎呀，这个有10%的电了。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男女之间的这个东西，我特别知道我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调动他的情绪，我用什么样的提问能挖掘出他背后的信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行走江湖用的呀。对吧？我怎么能在这么泛的这样一个人海里头去筛选出我要结交的对象？我怎么去甄别这个人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对吧？我怎么能判断在他很朴素的情况下，我还能判断出他的家庭条件、家庭水平？就这个东西，它是老油条干的活，它不是你们那个小傻白甜干的活，知道吗？但必须得是就是你一双慧眼，这个慧眼是哪来的？是因为你见多了。慢慢的你就摸明白了。我告诉你们，我看一眼，我不说多的一个男的我接触一次，我基本上我就能判断，第一个能判断就是男的大不大方，
我首先能通过他的聊天，我就能判断这个男的大不大方，然后基本也能判断这个人的实力水平，一个是身家水平，一个是大不大方，我都能判断出来。然后还有10点半好不好？我就是基本上来讲，见一次面啊，这3个大方向基本都能判断出来。就是你看多了呀，你这什么样的人你都看多了，你们想想看，为什么有的人的那个访谈水平很高，有的人你就觉得那个访谈水平很低，对不对？就是他挖掘信息的能力特别的强，而且呢，他还挖掘信息挖掘的不生硬，他这个东西都是长年累月的行走江湖的过程当中你锻炼出来的，明白吗？像你们这些傻白甜，这就是你没有这个经历，所以你不可能具备这种技能。我就说呢，我建议你们1v1的老师再怎么样，肯定比你段位高多了，懂了吗？人家怎么着，肯定比你段位高多了，你们就去试一试啊。一般来讲，收获都还是比较大的。10点半，我通过一个人的整体面相，我就能判断。我上下一瞟，我大概就能判断了啊，那都不用聊天那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直播的宝宝们，以及想要了解我的新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马上下播就来联系大家。然后呢，我的新书你就是光将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在我们金贵的 VIP 社群进行首轮的签字版的这个上线，然后呢在下午6点会全网上线普通版，好不好？好啦，今天就这样啦，我要下播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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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